女神給了我一個任務，去拯救這個瀕死的世界，所以我付出了全部。江漢比特走在屍橫遍野的戰場，戰鬥終於結束了嗎？大家都在哪裡？他支撐不住，跪倒在血泊中，鮮血從傷口不斷噴湧，意識開始模糊，身體已經無法動彈了。真的太累了，像狗一樣拼命，結果還是一場空，只想休息一下，哪怕只有一小會兒。他緩緩閉上雙眼，陷入無盡的黑暗。系統發出清脆的提示音：江漢比特狀態已死亡，回歸第31次，附身第17次，轉生第7次，共計55次輪迴結束。真他媽夠了，這種爛事我再也不想做了。這到底是第幾次了？又是一個像狗一樣痛苦掙扎後的輪迴。女神俯視着下方說道：這次的時間可真夠長的。江漢比特半睜着眼，時間很長，你對我只有這句話要說嗎？女神面無表情地站立着，這次要不要換個口味，試試轉生？江漢比特徹底爆發，夠了，別再跟我扯這些鬼話，信不信由你。這個面癱的家伙就是女神，就是那個把我召喚，不是把我綁架過來的罪魁禍首。我已經記不清具體是什麼時候了。女神綁架了我，江漢比特被丟進異世界，她讓我去尋找埃爾波特，並拯救那個地方。地獄就此開始。在55次輪迴中，我經歷了無數次慘死，身體被撕碎，意識被磨滅。可直到最後，我連那個埃爾波特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。江漢比特指着女神吼道：我受夠這些爛事了，你聽到了嗎？你自己去拯救世界吧，管他是埃爾波特還是什麼鬼地方。女神語氣冰冷地回應道：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樣做會毀了世界。江漢比特露出瘋狂的笑容，在那之前，我的精神会先崩潰的。你这個該死的女神！女神看着江漢比特說道：真奇怪，你的身体和精神明明已经完美修復了。江漢比特咬牙切齒地回應道，簡直像在跟牆說話。該死，他說的沒錯，無論死得多麼淒慘，只要回到這裡，身體和精神都會被治癒。但那些痛苦的記憶依然清晰地刻在腦海裡，不斷蠶食着我的理智。55次輪迴積累的創傷早已超越了我的極限。女神面無表情地問道：要準備下一次任務嗎？這次繼續回歸如何？江漢比特憤怒地咆哮道：滾開！我說了，我已經幹夠了。女神低頭看了看自己說道：那個要求是不可能的，因為这具身體是女性。江漢比特發出崩潰的慘叫。女神語氣平淡地說道：我開玩笑的。江漢比特愣在原地問道：什麼？女神神情肅穆地說道：你已經盡力履行了職責，贏得了回到原世界的權利。江漢比特滿臉驚愕，等一下，你是認真的嗎？就算我失敗了55次，女神平靜地回應道：過程遠比目的的更重要，你不需要再擔心了。她輕輕抬起手指說道：我會立刻送你回去。江漢比特看着身體開始消散，等等，先停下，我還有一堆問題要問。女神的聲音在虛空中回蕩：你幫了大忙，積累的一切會賦予你力量。江漢比特伸出手，憤怒地吼道：自說自話就把我踢走嗎？你這個瘋女人！女神俯視着光芒中的她說道：我很期待你在那裡的表現。耀眼的強光瞬間吞噬了一切。門外傳來母親的喊聲：江漢比特，媽媽去上班了。江漢比特從夢中驚醒，發出痛苦的呻吟。他揉着剧痛的後腦勺說道：頭快裂開了，宿醉真要命。距離回到現實世界已經過去了18個月。江漢比特推開房門，陽光有些刺眼。在無數次輪迴中，現實的記憶曾變得模糊，但現在正慢慢找回。已經走了嗎？那個該死的女神，偏偏在我入伍前一天把我綁架走，就這樣過了18個月。我昨天才剛剛退伍，只要想起那些往事，就讓她感到無比火大。如果算上在異世界那些服兵役的日子，這已經是她第6次入伍。雖然環境有些不同，但那種折磨是一樣的。適應現代生活真難啊！這一切都怪那個女神。好不容易拼命讀完大學，找了一份實習工作，卻不知道能堅持多久。復學後還要提交就業申請，然後又是無盡的競爭。他閉上眼，自言自語道：前途真是渺茫啊！手機在桌上劇烈震動，江漢比特拿起手機回應道：知道了，這就過去。屏幕上彈出朋友的消息：哥，今天也要去酒吧，再喝一輪對吧？他看着屏幕陷入了沉思。江漢比特看着手機屏幕，這家伙又在挑釁我。算了，隨他去吧。剛回到這個世界就被扔進軍隊服役時，他確實很照顧我，算是我欠他一個人情。手機屏幕再次亮起，朱言語發來消息說道：開玩笑的，其實我準備了退伍禮物。江漢比特立刻回復道：禮物？突然送什麼禮物？竟然有點期待，那家伙會送什麼呢？漢比特哥，這邊我已經幫你點好了。他是朱言語，雖然比我小5歲，但在部隊裡是我的前輩。江漢比特吃着甜點說道：昨天喝了那麼多，言語你看起來倒挺精神。朱言語笑着回應道：我和哥不一樣，我還正值壯年呢。江漢比特放下勺子問道：所以呢，你說的禮物到底是什麼？朱言語故作傷心地說道：別一上來就談禮物，這樣太傷感情了。江漢比特起身準備離開，那就下次再見吧。朱言語急忙攔住他喊道：等一下哥。他從懷裡掏出一張卡片，你還記得我之前跟你提過的那個遊戲嗎？朱言語展示着卡片說道：就是這個 Record Project， 這是 RP 的會員卡，而且還是2級會員。有了這個，你就能在家用 VR 設備玩了，還是支持2級同步的設備。朱言語拍着胸脯說道：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，別有負擔，儘管收下吧。朱言語舉起會員卡說道：這東西價值500萬韓元，但對哥來說不算什麼。江漢比特雙手托腮問道：你是在招私人保鏢嗎？只要你開口，我什麼都幹。朱言語笑道：我家空房間很多，哥要不要搬進來住？江漢比特擺擺手說道：開玩笑的，我已經找到工作了，我明天就要入職，恐怕沒時間玩遊戲。
你也知道我家裡的情況，如果實在不行，我可能還得去找份兼職。朱言語盯着他問道：所以你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賺錢，對吧？江漢比特理所當然地回應道：那是當然，比起玩遊戲，我更應該出去工作。朱言語無奈地吐槽道：哥，你真是完全没有浪漫細胞。江漢比特猛地起身，一把抓住朱言語的头髮，吼道：臭小子，浪漫能當飯吃吗？玩遊戲能餵飽肚子吗？朱言語慘叫着掙扎道：啊，疼！我還沒說完呢，只要玩好 RP， 你就能徹底發大財。我說的可是數億韓元，我是認真的。江漢比特愣在原地，数億！他立刻鬆開手，請原諒我剛才的無禮。朱言語中士，我懇請您告訴我詳情。朱言語得意地笑道：想聽听看嗎？江漢比特下士，你應該知道 RP 的開發商是0號團隊。他展示着手機新聞說道：創始人邁克爾的遺囑最近引起了巨大轟動，遺囑裡明確寫着，誰能第一個通關遊戲，就將 RP 的所有權轉讓給誰。這消息簡直是火上澆油，遊戲幣的價值瘋狂飆升。現在能通關的攻略，無論開價多少都有人買，連大財團都在投資，組建專門的攻略團队。江漢比特盯着手機，陷入了長久的沉默。朱言語繼續說道：當然，這並不代表单人玩家就完全沒有機會了。邁克爾威爾頓本人開出的那些條件，簡直瘋到了極點。江漢比特深吸一口氣，下定決心說道：好吧，那就試試看吧。朱言語興奮地握緊拳頭：真的嗎？說好了，絕對不許反悔。江漢比特放下杯子說道：你費了這麼多心思，我還有什麼理由拒絕？朱言語開心地回應道：不愧是我的好大哥，那我們現在就出發。兩人来到特別活動區，現场早已人山人海。江漢比特被擠在人群中。喂，朱言語，這裡是不是太擠了？朱言語在前面帶路，這和歐美那邊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。他指着前方喊道：我們要往這邊走。哥，在那之前得先買本新手攻略書。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攻略書不能直接開始玩嗎？朱言語笑着回應道：真是典型的新手發言。 RP 对新人可是非常嚴苛的。他拿出一本厚重的書籍，所以有個叫冒險者類的玩家專門寫了這本新手指南。如果沒有這東西，我早就放棄這個遊戲了。聽前輩的建議，一定要買一本。江漢比特接過書說道：行了行了，我先看看裡面寫了什么。他隨手翻開書頁，臉色卻瞬間變得慘白。這是什麼？朱言語湊過來問道。怎麼了？江漢比特死死盯着書頁，耳邊仿佛響起了那個聲音：我不是說過我很期待你的表現嗎？江漢比特冷汗直流，為什麼這東西會在這裡？江漢比特死死盯着書頁，冷汗順着臉頰滑落，去尋找埃爾波特。原來是這樣，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放過我。朱言語大聲喊道：漢比特，你怎麼了？他猛然回神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朱言語笑着問道：幹嘛這麼嚴肅？是擔心太難了嗎？江漢比特搖了搖頭：不是那樣，其實我有個問題。你知道關於領組的事嗎？朱言語解釋道：大家都聽說過他們，但沒人了解細節。他們的首席執行官獨自處理所有事務，邁克爾的小女兒好像也在那裡工作，開發團隊的人數全都是絕密。江漢比特陷入沉思，太可疑了，他們和那個女神有聯繫嗎？但為什麼偏偏是遊戲？為什麼？他閉上雙眼，記憶湧入腦海，他把我送往的世界絕不僅僅是個遊戲。江漢比特跪在火海中，四周是一片廢墟，第一次奪走生命的惡心感依然揮之不去。他倒在血泊中，第一次迎接死亡的痛苦如此真實。女神俯視着他說道：你失敗了。无盡重複那段人生的絕望依然刻在我的腦海裡。我真的要再次踏入那個地獄嗎？不，也許這才是終結這段痛苦的方法。江漢比特舉起手中的卡片問道：你說用這個能換裝備，需要多久？朱言語回應道：大約2小時吧，現在都有當日送達服務。把手機給我，我現在幫你設置好關聯應用。朱言語指着書笑道：你要買下那本書對吧？都被你捏皺了。江漢比特顯得有些尷尬。朱言語轉身離去，我先登錄了，你建好賬號後叫我，我會等你的，兄弟，我會盡快上線的。江漢比特看着他離去，就算再怎麼焦急，設備也不會提前送到。他回到家門口，一個包裹靜靜躺在地上，送到了。江漢比特抱起沉重的箱子，價值5000美金的遊戲機。他回到房間，拆開包裝，銀色的頭戴設備散發着光澤，還有幾個配套的金屬環。在媽媽回家之前，還有一點時間。他走到門邊，反鎖了房門。江漢比特扣上感應環，還是謹慎一點比較好。他戴上沉重的頭盔，身體被光芒包圍。系統正在掃描生物數據，腦電圖掃描中，連接已完成。江漢比特置身於虛幻的數字空間，這種感覺比預想的要真實。雖然現在只是個模型，他嘗試活動4隻手腳，感覺有些沉重，大概是設備的緣故。朱言語說可以隨意定制外觀，那就稍微調整一下。江漢比特等待着，卻發現沒有任何反應。奇怪，設置窗口為什麼沒彈出來？難道是出故障了？這麼熱門的遊戲居然會有這種漏洞。他無奈地嘆了口氣，重啟應該就能解決。江漢比特在空中滑動，尋找着操作界面，這是退出按鈕嗎？他伸出手指，點向面前閃爍的系統面板，系統面板劇烈閃爍，角色創建失敗。江漢比特驚叫道：等等，先停下！系統提示檢測到已有角色，正在強制登錄已有角色。江漢比特憤怒地吼道：女神，這也是你搞的鬼嗎？光芒瞬間將他吞沒，海浪聲在耳邊響起，海鷗掠過天空，港口城市埃德倫。江漢比特站在棧橋上，好久不見。江漢比特走到櫥窗前，看着玻璃倒影中的自己，他伸出手，輕輕觸碰冰冷的玻璃。這是
江漢比特看着玻璃倒影，这正是我最後一次回歸時所擁有的樣貌。他看着沾满鮮血的雙手，那是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噩夢。這是女神留下的隱秘信息嗎？他在告訴我，一切都要重新開始。系統面板突然彈出私信，發件人是落魄，兄弟，快加我好友，江中市大叔。江漢比特看着屏幕，落魄是朱言宇的賬號名吧？該怎麼加好友呢？身後傳來呼喊聲，兄弟，落魄，快步跑來！我不是讓你一上線就立刻給我發消息嗎？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金髮青年，朱言宇，不，絕對是你，落魄，你為什麼不盯着外觀？很少有人把角色做得和本人一模一樣，難道是對長相很有自信？江漢比特尷尬地回應道，只是碰巧變成這樣了。落魄點頭說道，雖然挺適合你，但那個昵稱是怎麼回事？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，昵稱？我的昵稱是什麼？落魄睜大眼睛反問道，你自己選的，難道不知道嗎？打開角色信息窗口看看。江漢比特指尖輕點，換出了系統面板，昵稱欄赫然寫着黑龍。他瞬間僵在原地，臉色變得慘白。落魄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。江漢比特崩潰地大喊道，這不是我選的，快把它改掉，立刻！落魄拍着他的肩膀說道，你創建角色時沒看警告提示嗎？用戶名是和生物數據強制綁定的，永遠無法更改。江漢比特抱頭哀嚎道，我要瘋了！落魄笑得前仰後合。江漢比特憤怒地吼道，別笑了，你這混蛋！落魄拼命掙扎着喊道，暫停，快停下！兄弟，你先看通知。江漢比特鬆開手問道，什麼通知？系統面板彈出提示，您的遊戲過程將在落魄的頻道直播，是否同意？江漢比特質問答，這是什麼？你在直播嗎？落魄揉着脖子回應道，是的，雖然觀眾不多，但我經常直播。這款遊戲有內置平台，叫做記錄者，邊玩邊和觀眾聊天，真的很有趣。江漢比特冷冷地說道，這就是你的賺錢計劃？我為什麼要直播？落魄擺着手勸道，別有壓力，我會負責主持，你只要專心玩遊戲就好，收益我們55分成，如果火了讓你拿6成也沒問題。江漢比特沉默地看着他，好吧，看來我沒得選，如果賺了1塊錢，我能分到50美分嗎？落魄摟住他的肩膀笑道，嘿，這件事就相信我吧。落魄對着直播鏡頭喊道，大家好，我是落魄，我身邊的這位是黑龍，以後我們會一起行动，準備好迎接頂級內容吧。江漢比特看着彈幕，臉色陰沉，這些家伙竟然嘲笑我的昵稱。落魄低聲勸道，冷靜點，你越生氣，他們就越會捉弄你，別忘了，我們是為了賺錢。江漢比特無奈地問道，行了，現在該做什麼？落魄指着系統面板說道，你剛登錄，先看看技能推薦吧，系統會掃描你的檔案，推薦3個最適合的技能，基礎火魔法，基礎煉金術，基礎劍術。江漢比特陷入沉思，在55次回歸的過程中，我掌握了無數技術，如果那些技術能在這裡轉化為技能，那就太好了。他伸出手指點向其中一張卡片，落魄湊過來問道，已經要打開了嗎？真好奇你會抽到什麼。卡片爆發出耀眼的強光，將兩人完全籠罩，強光在两人面前炸裂，無數卡片在空中飛舞。落魄急切地問道，抽到了什麼？江漢比特盯着面板，認真的嗎？直播間的彈幕瘋狂閃動，全都在詢問技能的內容，到底是什麼？快給我們看看！無數系統面板在空中迸發，江漢比特站在光芒中心，落魄滿臉不可置信。直播彈幕瘋狂閃動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絕對是 bug！ 如果是 bug，有補償嗎？老實交代，你再開掛吧，我要舉報你，給我也整一個，真是垃圾！這就是外掛！落魄驚呼道，哥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江漢比特抬頭回應道，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？怎麼了？有什麼不對嗎？落魄興奮地揮舞拳頭說道，是隱藏技能，太棒了，竟然不止1、2個！直播彈幕飛速掠過，瘋了吧？這絕對是 bug， 拿到隱藏技能有什麼好？切，新手而已，這概率也太離譜了。江漢比特冷靜地看着面板說道，反正只是推薦而已。落魄湊到鏡前大聲反駁道，這可不只是推薦，這麼多圖標我見都沒見過，你看到了嗎？這簡直瘋了！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技能圖標，我很清楚這些是什麼，是個不錯的開始。他伸出手指點向面板，必須利用這些作為跳板，讓自己快速成長，以此找出這個世界和我認知的世界有何不同，還有女神真正的意圖。江漢比特看着指尖的火苗，先從火屬性魔法開始吧，這是最基礎的。落魄湊過來問道，黑龍，你知道去哪階任務嗎？你要選魔法。江漢比特反問答道，有什麼不好的嗎？直播彈幕瘋狂嘲諷，魔法，魔法。黑龍尋求浪漫真酷，魔法個屁！江漢比特看着彈幕問道，他們怎麼了？魔法有那麼垃圾嗎？落魄撓着頭回應道，這個嘛，這遊戲最重要的是熟練度，魔法很難提升熟練度，和其他技能相比，難度完全不是一個級別，只有熟練度達到滿值，才會出現星星標誌，在那之前根本無法確認累積了多少。我清楚地記得，學習任何東西都需要天賦和努力，其中魔法的難度最高，所以選擇導師至關重要。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，導師是誰？我可以自己選擇嗎？應該有人教我魔法吧。落魄對着直播間說道，大家冷靜點，黑龍還不清楚這裡的規則。他轉頭看向江漢比特解釋道，只要完成任務或成就，就能獲得技能書，通過書來學習技能。這裡的 NPC 智能雖高，但還沒到能傳授技能的程度。技能書嘛，這世界變得方便多了。江漢比特精疲力竭地趴在地上，導師，今天能到此為止嗎？
阿特蘇貝爾冷冷地回應道：“別發牢騷，立刻給我站起來！還有堆積如山的東西要學，我記得過去過得比現在更辛苦一些。”江漢比特走在街道上說道：“快點走吧，我們要去雜貨店，對吧？”洛珀驚訝地問道：“哎，你怎麼知道？”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：“可以從雜貨店商人胡里奧那裡買到火屬性魔法。”洛珀一臉嫌棄地喊道：“胡里奧，那個醜陋的騙子，你為什麼要去找那家伙？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因為我需要買魔法書。”洛珀揮着手說道：“那家伙是個徹頭徹尾的惡棍，什麼魔法書全都是騙人的。”直播彈幕瘋狂刷屏，是因為他長得醜嗎？胡里奧在哭泣，這家伙诽謗的像呼吸一樣自然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胡里奧贊助了1000韓元，我要起訴你！嗚嗚嗚！洛珀瞬間變臉笑道：“哦，非常感謝胡里奧，感謝你的1000韓元贊助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剛才是有錢進賬了嗎？”洛珀興奮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雖然有手續費，但哥你也賺了500韓元。”江漢比特愣在原地，直播彈幕繼續調侃，他居然露出了這種表情，隱藏技能帶來的震撼，他真是太單純了。江漢比特看着洛珀問道：“但是1000韓元對你來說也算錢嗎？”洛珀平靜地說道：“雖然微不足道，但這就是生意。”江漢比特大声反駁道：“微不足道？我連1000韓元都很珍惜，如果你和錢同時掉進水裡，我會毫不猶豫地救起那1000韓元。”江漢比特無奈地回應道：“那也太過分了！”直播彈幕瘋狂刷屏，洛珀身價不到1000，比轮胎還便宜，他正在廉價出售自己的生命。洛珀操作着地圖面板說道：“總之，為了火屬性魔法，我們必須去找胡里奧。”江漢比特停下腳步問道：“我想找一位魔法導師，你認識阿特蘇貝爾嗎？”洛珀愣了一下，隨後露出古怪的表情說道：“那個設定雖然不壞，但如果你繼續堅持這種說法，會被大家嘲笑的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不，這不是什麼設定。”洛珀無奈地解釋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從哪聽來的，但對玩家來說，阿特蘇貝爾只是個任務 NPC， 那種因為詐騙和偷竊被抓之後就再也見不到的一次性垃圾 NPC。雖然因為長得漂亮，很多人要求增加阿特蘇貝爾路線，但是算了，用結果說話更快。”江漢比特閉上眼睛說道：“我們去找阿特蘇貝爾。”直播彈幕瘋狂吐槽：“這家伙太固執了，明明是新人，為什麼這麼不聽勸？”江漢比特睜開眼，改口道：“那就去找胡里奧吧，試試你們說的那條路線。”直播彈幕瞬間沸騰。哦，他接受建議了。如果胡里奧真是騙子，洛珀就跳性感舞蹈吧。洛珀一臉自信地回應道：“没問題，性感舞蹈要多少有多少，我在軍隊裡可沒少跳。”直播彈幕紛紛表示嫌棄：“誰提議要看性感舞蹈的？真是沒眼看。總之跟我來吧。”江漢比特徑直走向另一個方向。洛珀疑惑地問道：“哥，為什麼要往那邊走？”江漢比特頭也不回地應道：“我们要走捷徑。”洛珀看着地圖問道：“哥，你真的是第一次來嗎？怎麼會對這裡的路這麼說？”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：“只是直覺而已。”兩人停在一家店鋪前，洛珀對着直播間喊道：“各位，我們到了。”招牌上寫着胡里奧商店。江漢比特死死盯着他。胡里奧，他猛地攥緊拳頭，指節發出脆響。討厭的回憶湧上心頭，那是陰暗潮濕的牢房，自己曾被關在鐵窗後。洛珀繼續向觀眾解釋道：“這裡的 NPC 互動自由度極高，高到有時會因為選錯導致後續任務徹底中斷。”直播彈幕紛紛感嘆：“自由度確實是外掛級別，如果惹錯 NPC 還會坐牢。聽說有人因此刪號了，自由也意味着責任啊。”洛珀轉頭看向同伴：“哥。”江漢比特咬緊牙關，邁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商店。他猛地推開大門，陽光灑進昏暗的室內。胡里奧搓着手迎上來：“歡迎光臨，客人。”江漢比特突然伸出手，死死拽住胡里奧的領結，將對方猛地拉近。“你居然還這樣活着嗎？”胡里奧被勒得喘不過氣，臉色瞬間變得慘白。江漢比特咬牙切齒地罵道：“你這無可救藥的垃圾！”胡里奧瞪大眼睛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江漢比特抓住胡里奧，死死按住對方肩膀。洛珀驚呼道：“不會吧，黑龍，他竟然真的做到了！”管理員又有一個人上去了。江漢比特俯視着胡里奧，眼神冰冷。胡里奧顫抖着問道：“你怎麼能說這種話？你不是來買魔法書的嗎？請先放開我的手。”江漢比特鬆開右手，胡里奧揉着手腕說道：“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最後一本魔法書剛剛已經賣掉了，雖然很抱歉，但我可以推薦你去別的店，前提是你要幫我一個忙。趁我打瞌睡的時候，有個小偷闖進了店裡，我覺得那是我的競爭對手阿特蘇貝爾幹的。”胡里奧拿出一枚紅色吊墜：“你能幫我抓住他們嗎？”系統面板在眼前彈出：“任務抓捕阿特蘇貝爾，獎勵金幣與火球樹推薦信。”江漢比特看着面板，竟然把這種謊言當成任務發出來嗎？阿特蘇貝爾明明是我的魔法導師，也是我的恩人，正是因為在他的指導下，我才能夠在第一次周末裡，我被誣陷進了監獄，只因為我是阿特蘇貝爾的走狗。看來你只學會了偷竊。胡里奧帶着受賄的士兵偽造了所有證據，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。江漢比特收回思緒問道：“只要完成任務，你就會給我魔法書吧？那個小偷會怎麼樣？”胡里奧得意地回應道：“一旦進了監獄，他們就永遠別想出來。阿特蘇貝爾也要為你的罪行負責。這家店的未來已經顯而易見了。”江漢比特背過身去，死死攥緊拳頭。胡里奧湊近問道：“親愛的客人，你覺得怎麼樣？快去抓住那個小偷吧。”江漢比特一言不發，徑直走出門外。江漢比特突然翻過櫃檯，開始四處搜尋。胡里奧驚叫道：“等一下，你在幹什麼？
如果你把店裡弄亂，我就沒什麼可賣得了。江漢比特沒有理會，他掀開地板上的暗格，整個人鑽了進去。他從暗處抓起一個錢袋，閉嘴！你這個騙子，你不是說你被搶了嗎？系統面板再次亮起，任務逮捕騙子胡里奧，獎勵500金幣。果然是個騙局，這一切真的發生了。胡里奧收起偽裝的驚恐，你挺敏銳的。既然如此，我沒什麼好賣給你的，滾出去！江漢比特抬起右腿，重重踢在胡里奧臉上。胡里奧慘叫着飛出櫃檯。等一下，我的金幣！江漢比特看着系統面板，上面浮現出奇怪的選項。如果這東西真的存在，你應該早點告訴我。飛龍一直在這麼說，問題是只有他在說。胡里奧，你竟然騙了我嗎？我想重開。大門被猛地推開，衛兵持槍衝了進來。那邊發生了什麼？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：“已經結束了。”胡里奧被衛兵五花大綁，拼命掙扎着喊道：“我什麼都沒做。”江漢比特站在店門口，看着他被拖向遠方。胡里奧被關進地牢，雙手抓着鐵欄杆，哀嚎。果然和以前不一樣了，這就是遊戲與真實平行世界的區別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必須殺出重圍，才能把這家伙交給信賴的人。他低頭看着自己的雙手，長舒了一口氣。一切都進行得太順了，簡直就像我一直在等待這一刻。這真的只是巧合嗎？任務完成，獎勵500金幣。落魄衝過來喊道：“漢比特，漢比特，剛才那是怎麼回事？你怎麼知道他是騙子？”江漢比特避開視線，該怎麼解釋呢？就算實話實說，他也不會相信我的，只能先隨便編個理由了。江漢比特攤開手說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是奇幻小說的超級粉絲，剛才的情節和我以前看過的一本小說簡直一模一樣，所以我只是瞎猜的。也許那本書的作者就是這個遊戲的策劃呢。”落魄恍然大悟道：“原來你是個死宅啊！我現在明白了。”江漢比特流下一滴冷汗，他居然真的信了。幸好在軍队服役的時候，每天都在聊奇幻小說。系統面板彈出打賞提示，匿名用戶捐贈了1萬韓元。落魄興奮地喊道：“謝謝打賞！我的搭檔是不是很厲害？他天生就疑心重，而且非常擅長推理。看看那充滿力量的拳頭，就算胡里奧不是犯人，也會被他打成犯人。”江漢比特站在一旁，直播這種東西一直都是這樣的嗎？我以後絕對不會再亂說話了。江漢比特走在林間小路，落魄跟在身後問道：“是往這邊走嗎？”真沒想到阿特蘇貝爾竟然是這種設定的 NPC， 論壇上肯定要炸鍋了。江漢比特沉默地走着，就像我除掉胡里奧一樣，大家都会把阿特蘇貝爾當成一個卑微的罪犯。一個重要的 NPC 突然被大多數玩家視為跳梁小丑，如果阿特蘇貝爾本人知道，一定會覺得非常不公平。對我來說，阿特蘇貝爾曾是記憶中的阿特蘇貝爾。正靠在櫃檯後訓斥道：“找工作？為什麼找我要工作？快滾開，別在那兒站着了，快去搬這些箱子，別想在我這裡白吃白喝。”他雖然語氣強硬，卻在江漢比特受傷時焦急地喊道：“你到底在幹什麼？怎麼把自己搞成這樣？我告訴過你要小心，如果你受傷了，吃虧的只有你自己。”阿特蘇貝爾把一本魔法書重重地拍在桌上：“去學點魔法吧，難道你打算一輩子都靠搬運貨過活嗎？”江漢比特看着那本書，那是他命運的轉折點。畫面一轉，阿特蘇貝爾被關在鐵籠裡，眼神中充滿了落寞。阿特蘇貝爾隔着鐵窗看着牢房裡的江漢比特：“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，別胡說八道，在那兒等着就好，我絕對不會讓那個老鼠一樣的混蛋就這樣逃掉的。”他留下了這些話，最後卻被大火吞噬，活活燒死在監獄裡。阿特蘇貝爾對我來說是珍貴而又痛苦的回憶。江漢比特停下腳步，右手按在木門上，他沉默地看這門板，眼神中透着哀傷。他推開沉重的大門，陽光灑進昏暗的室內。江漢比特輕聲呼喚道：“阿特蘇貝爾！”阿特蘇貝爾正托着腮發呆，他抬起頭打量着眼前的男人說道：“這是什麼？一張新面孔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”江漢比特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是個新人，當然是第一次來這裡。我來是因為我想向你學習魔法。”阿特蘇貝爾走出櫃檯，上下審視着他問道：“從我這學魔法？你真是有意思，我為什麼要教一個從未見過的人？”江漢比特看着他當然會拒絕，但我已經有了解決辦法。多虧了剛才發生的事。彈幕在眼前飛速掠過，有人在喊老婆，有人在感嘆他的毒舌。阿特蘇貝爾突然湊近，盯着江漢比特的臉。等一下，你……阿特蘇貝爾俯下身子，近距離盯着江漢比特。原來如此，你就是那個黑龍對吧？他雙手叉腰繼續說道：“沒錯，胡里奧那家伙竟然誣陷你是小偷，真是個垃圾！我就知道他早晚會惹麻煩。總之謝謝了，多虧你我才沒陷入麻煩。”江漢比特微笑着回應道：“別放在心上，我也很討厭那家伙，畢竟看他的長相，誰會信任那種人呢？”阿特蘇貝爾點頭贊同道：“沒錯，他看起來完全就是個騙子。”阿特蘇貝爾看着桌上的資料：“你說你在找一本魔法書？等等，這難道是……”江漢比特打斷了他：“你其實是在尋找治療方法吧？”阿特蘇貝爾露出震驚的神色：“你怎麼會知道？”江漢比特指着桌子回應道：“資料就擺在你的桌子上，我會幫你的。”阿特蘇貝爾平復心情：“你對醫學了解很多嗎？”江漢比特自信地回應道：“我知道的足夠多。”阿特蘇貝爾盯着他說道：“這麼自信？那好，那種會導致藍色瞳孔、伴隨頭暈和嘔吐的疾病叫什麼名字？”江漢比特雙手抱胸：“我不知道這種病的名字，我只知道怎麼治好它。”阿特蘇貝爾低下頭：“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被騙的感覺。那些所謂的專家都一樣，浪費我的時間和金錢，用虛假的診斷來騙我。我已經經歷過太多次了。”江漢比特平靜地說道：“藥水和治癒魔法都沒用，對吧？
而且病人感覺不到飢餓。阿特蘇貝爾猛地抬頭：“你真的知道這是什麼病嗎？”江漢比特抓住他的肩膀：“這種病沒有名字，但我知道該怎麼治。”阿特蘇貝爾緊緊抓住對方：“什麼？你真的知道治法？請一定要幫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報答你的。”江漢比特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相信我，我會把藥帶回來的。”系統界面在眼前彈出，任務是治癒阿特蘇貝爾母親，目標是在埃德倫尋找藥物，獎勵包括金幣和史詩級技能書。落魄跟在江漢比特身後，這真的合理嗎？必得史詩級獎勵也太荒謬了。江漢比特一邊走一邊問道：“史詩級是什麼意思？我看到旁邊還有等級，我是個新人，你必須跟我解釋一下。”落魄拍了下額頭：“啊，对，你可以把等級看作階級。而品質代表稀有度，即使是一阶技能書，性能也會根據稀有度而不同，從普通到稀有，最高級就是史詩。我甚至不知道一階有史詩級，更別說必掉獎勵了，這簡直太離譜了！同樣的技能書，竟然性能不同。”江漢比特陷入沉思，在另一個世界可沒這種設定，是因為這裡是遊戲嗎？總之，現在得先去找藥，是去採摘草藥之類的嗎？落魄在旁邊大聲問道：“大哥，我們現在要去哪？我必須親自試用一下，看看史詩級到底有多強。”江漢比特正要回答，身體卻突然剧烈顫抖，他痛苦地捂住胸口。落魄嚇得跳了起來：“哇，大哥你怎麼了？你身體不舒服嗎？”江漢比特臉色慘白，斷斷續續地回應道：“不是我媽媽。”他的身體開始變得透明，化作無數藍色光點，瞬間消失在街道中心，只留下落魄呆立在原地。落魄看着空荡荡的街道：“大哥你去哪了？”伴隨着一陣剧烈的空間震動，江漢比特猛地從遊戲艙中跳出，衝到客廳大喊道：“媽，你回來了！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”母親站在門口，面色陰沉，一言不發。他突然爆發：“你這臭小子，為什麼把房门鎖上了？”母親衝上前，用力拍打兒子。江漢比特一邊躲閃一邊求饒道：“媽，對不起，我錯了。”母親氣得渾身發抖：“你以前從來不會鎖门的。”江漢比特指着遊戲艙解釋道：“媽，你還記得言語吧？這是他送給我的退伍禮物，我只是想試玩一下，他非要拉着我一起玩這個遊戲，說是為了慶祝我退伍。”母親平復了情緒：“你是說那個叫什麼記錄的東西嗎？”江漢比特有些驚訝：“哦，媽，你也知道這個嗎？”母親一邊幫他整理衣服一邊說道：“新聞上整天都在播，只要別玩太久就行。”江漢比特挠着頭回應道：“我只會在有空的時候玩一會兒，反正我的實習明天就開始了。”母親停下動作：“實習？你真的決定要去嗎？”江漢比特無奈地說道：“我的簡歷上至少得再多一項經歷。”還有，母親突然揮手拍打他：“你竟然連商量都不商量，就自己決定了，到底是為什麼？偏偏是明天？”江漢比特抬手擋住攻擊，得意地笑道：“我擋住了，對吧？”母親反手又是一記耳光：“擋個屁！哪有父母會催着剛退伍的孩子立刻就去工作的？而且偏偏是明天！”江漢比特捂着臉，低頭躲避母親的怒火，這比對付武術大師還要難啊！江漢比特紅着臉解釋道：“媽，我一回學校就是畢業學期了，必須盡快找份工作才行。”母親沉默地看着他，轉身走向廚房。江漢比特跟在後面說道：“你不是說公司在松島嗎？明天得早點起床才行。”母親停下腳步叮囑道：“不管怎樣，絕對不能不吃早飯。你以為我沒發現你今天也沒吃嗎？”江漢比特小聲辯解道：“言語給我買了巧克力巴菲，所以我就……”母親猛地轉過頭吼道：“這就是你的借口嗎？我要回房間了，你自己看着辦吧。”房門被重重地關上，江漢比特癱坐在床上，無奈地嘆了口氣：“老媽真是的。”他抬頭看向牆上的時鐘：“啊，對了，剛才還在直播中途呢。不過明天是實習第一天，還是早點睡覺吧。只是覺得有點對不起。”言語金在和看着屏幕說道：“誰會相信這種鬼話？只是出現了一次隱藏任務，就鬧得這麼大。直播營銷真是無孔不入。這個叫落魄的小主播是誰？搜索出來的全是怪物名字，和他在一起的家伙叫黑龍，光看名字就能聞到小鬼的味道，甚至還得到了母親的認可。我必須親自確認一下。”落魄擺弄着手指說道：“那個，其實是這樣的。”落魄對着直播鏡頭說道：“大家先冷靜一下。關於黑龍，我們是一起服過兵役的關係，他是個很孝順的弟弟。觀眾人數為什麼變成這樣？發生什麼事了？關於我們的帖子上了熱門，我的小直播間要完蛋了。”落魄急忙撥通語音：“哥，快接電話呀！”系統面板彈出消息，黑龍留言說道：“抱歉，先走了，明天是我第一天上班，就到此為止吧。”落魄盯着屏幕，黑龍繼續留言道：“作為補償，給你一個提示吧。”落魄愣在原地，落魄对着直播鏡頭說道：“各位，我兄弟因為一些情況先走了，但他給你們留了一份禮物，展示這個真的沒問題嗎？”系統面板顯示，黑龍留言說道：“阿特蘇貝爾任務的解藥可以從炸彈史萊姆身上獲得，如果在我回來前完成任務，我會分享更多特別情報。”江漢比特站在寫字樓前，看着手機屏幕：“是這裡嗎？”江漢比特，加油吧！他深吸一口氣，走向大樓玻璃門，來到4樓公司門口，推開門，江漢比特鞠躬說道：“大家好，我是今天開始上班的。”上司在辦公室內大喊：“江漢比特，昨天誰去清理實驗室了？修改內容還沒反映出來，現在立刻去檢查。”他看这江漢比特愣住，露出不耐煩的神情：“實習生今天就到了，人事部到底在幹什麼？我昨天就說過了。”上司轉頭吩咐道：“喂，李敏浩，帶上實習生去布置會議室。”李敏浩回應道：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他走向江漢比特說道：“我是李敏浩，有什麼不懂的儘管問我。放下包跟我來，待會再帶你看座位，還有簽合同。”李敏浩指着白板說道：“能先把這裡擦乾淨嗎？”
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他用力擦拭着白板。組長拿着咖啡走進來：“今天怎麼只有你们2個？你是誰？”李敏鎬走上前介紹道：“組長，這是我前幾天匯報過的那位新來的實習生。”江漢比特急忙鞠躬說道：“您好，實習期間我會努力學習的。”組長冷淡地回應道：“不需要你努力工作，只要按吩咐做事就行。收拾完就趕緊離開。”江漢比特愣在原地，這就是職場嗎？江漢比特走出辦公室，關上房門。我已經能看到這家公司的未來了，接下來的日子只能靠自己學習。不過總比在那個世界拼命掙扎要好，感覺自己快要腐爛了。江漢比特回到家中，連接進入遊戲。我回來了，剛才沒看到你的消息，抱歉。第一天上班，簡直要把人累瘋了。落魄笑着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哥。”江漢比特看着他問道：“你為什麼那樣看着我？我的樣子有什麼問題嗎？”落魄興奮地喊道：“哥，我們發大財了，快看這個！”江漢比特睜大眼睛看向眼前的系統面板。落魄摟着江漢比特，对着直播鏡頭大喊：“觀眾人數突破5000了！各位，我們要正式開始阿特蘇貝爾的任務了。有人成功過嗎？目前還沒有人完成。”江漢比特推開落魄說道：“大家太缺乏想象力了，你們需要更有創意一點。現在我會親自演示，大家跟緊我。首先去城牆主大門。”落魄跟在後面問道：“哥，你真的是新手嗎？快解釋一下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我之前就說過了，我讀過很多奇幻小說，既然是自由度這麼高的遊戲，我覺得一切皆有可能。”路人們爭吵着說道：“我都說了那是鬼話，就相信他一次吧，我們沒時間了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前方，怎麼回事？大家都聚在這裡。落魄觀察着四周，回應道：“看來是看了社區的帖子才聚集過來的。”人群中突然傳來尖叫：“是先鋒團！先鋒團的人來了！”江漢比特轉過頭，落魄睜大眼睛說道：“那是排名第1的公會，一群全副武裝的冒險者穿過街道走來，領頭的騎士神情肅穆。先鋒團？”落魄看着遠處的隊伍說道：“真的是先鋒，大哥，你發現的消息傳得比預想快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先鋒是什麼？”落魄露出驚訝的神色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嗎？對了，你是新手，排名前10000的玩家被稱為先鋒，等級、熟練度、劇情進度，這些都會被計入排名。全球3億玩家中只有10000人上榜，其中500人在韓國。”江漢比特看着那些強者問道：“那些家伙沒學過魔法嗎？”雖然有些人看起來像法師，落魄回應道：“大多數人為了熟練度，放棄了成長速度。畢竟法師的外觀更好看，所以穿的人很多。”江漢比特盯着隊伍中的兜帽游俠，那把弓是？那是金鳥弓，我記得它是由一位手藝不錯的工匠制作的。江漢比特看着遠去的隊伍，那些人也沒能完成阿茨貝爾任務嗎？落魄在一旁解釋道：“先鋒大多隸屬於企業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重複道：“企業？”落魄點頭說道：“他們獲得企業的全力支持，以此來賺取 RP。即使沒有引發近期問題的那個遊戲 ，RP 依然能換成錢。”一只手突然拍了拍江漢比特的肩膀，打斷了他們的對話。短髮女人湊近問道：“打擾一下，你是黑龍對吧？你現在正在直播嗎？什麼時候讓我們看看你通關任務？”江漢比特愣在原地回應道：“我們正準備開始。”一位同伴在旁邊大喊道：“我告訴過你，那全是謊言！”短髮女人轉頭反駁道：“你為什麼要大吵大鬧？我們至少可以試着相信他。你這個白痴，上次你相信了一個騙子，結果被搶得只剩下內褲了。”短髮女人滿臉通紅地吼道：“閉嘴！你這個混蛋！”江漢比特無奈地轉過頭：“我們先去海邊吧。”落魄一臉困惑地回應道：“但是炸彈史萊姆不是在相反方向的森林裡嗎？”江漢比特轉過身：“為了制作藥劑，我們需要一根釣魚竿。”落魄愣在原地：“釣魚竿？”他看着眼前的彈幕，陷入混亂。為什麼突然要玩生活技能？提示明明是炸彈史萊姆啊，難道還需要魚嗎？完全搞不懂。屏幕上跳出打賞通知，有人提到艾倫附近的魚價正在飆升，看來是看了落魄的直播後的反應。落魄咬牙切齒地說道：“那些奸商！”江漢比特看着彈幕露出壞笑，這些人連提示都抓不住。落魄追上去問道：“大哥，所以為什麼要釣魚竿？藥劑的材料是在海裡嗎？”江漢比特一邊操作虛擬屏幕，一邊帶着自信的笑容向前走去。誰知道呢？也許吧。落魄抱頭慘叫道：“哇呀，這不全是謊言吧？如果是的話，我必須關掉直播了。這是什麼瘋狂的惡作劇直播嗎？”彈幕瘋狂滾動，落魄爭議事件，落魄速通堕落之路。江漢比特轉過身，相信我，首先我們需要一根釣魚竿，所以你能借我7萬金幣嗎？落魄愣在原地，彈幕也隨之沸騰，結論竟然是借7萬金幣。看看這鋪墊。兩人來到橋邊，看着下方擁擠的街道，江漢比特感嘆道：“感覺人更多了，我會很快還錢的，別擺出那種表情。”落魄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我只是無法想象你要用釣魚竿做什麼，你甚至不用還錢。”江漢比特突然停下腳步，在那兒，一個身影獨自坐在海邊岩石上，握着釣魚竿靜靜垂釣。彈幕在屏幕上跳動，在他旁邊釣魚能獲得虛假的友誼。聽說他的設定是聽力不太好。江漢比特走上前打招呼道：“你好，老先生。”老先生沒有任何反应，只是盯着海面。江漢比特蹲下身子說道：“我想買那根釣魚竿。”老先生側過頭問道：“啊，你說發生了意外？”江漢比特湊近他的耳邊：“爺爺，我知道你能聽見，我給你5萬金幣。”彈幕感嘆道：“即使在遊戲裡，也該尊重老人啊。”老先生依舊沉默不語，眼神卻突然變得銳利。
他猛地轉過頭喊道：“沒門，要10萬！”江漢比特比出 OK 的手勢，笑道：“那就定在6萬吧。”這老頭一點沒變。老先生憤怒地大吼道：“6萬？那連成本都不夠！你這小鬼，給我9萬！”江漢比特微笑着說道：“那就5萬吧。”江漢比特坐在他身邊，聽你罵人，讓我想起以前一起釣魚的日子。老先生憤怒地大喊道：“你這臭小子，竟然想騙一個老人家！”現在的江漢比特真是太狡猾了。行了，隨你便吧。他把釣魚竿遞過去，喊道：“拿走，快滾！”江漢比特舉起釣魚竿，歡呼道：“太棒了，大賺一筆！謝謝老先生。”彈幕裡一片噓聲。黑龍在欺負老人，他剛從落魄那裡坑了1萬金幣嗎？落魄看着江漢比特說道：“大哥，我覺得你真的很適合直播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他握緊釣魚竿，走向森林。“我要給你們看點東西。現在我要用這根釣魚竿釣起。”落魄笑着提議道：“要不要試試 RP？ 就是設定一個虛構角色並演下去。”江漢比特一臉嫌棄地回應道：“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但我討厭那樣。”落魄指着地上的綠色粘液，怪說道：“炸彈史萊姆非常敏感，如果你碰到它們，落魄的手指輕輕觸碰，它們會爆炸。巨大的火光瞬間吞噬了森林，即使從遠處攻擊，它們還是會爆炸，甚至只是撞到它們，也會引發爆炸。爆炸後，它们什麼都不掉，真是徹底的垃圾怪物。”落魄蹲在草叢裡，他打算用釣魚竿怎麼對付那個沒用的東西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江漢比特悄悄向前挪動，屏住呼吸，他舉起釣魚竿說道：“找到了，高度完美。”江漢比特撥動魚竿轉輪，釣魚竿的靈敏度和現實中有點不同，我需要調整一下。前方草叢中，幾隻炸彈史萊姆正緩緩蠕動。落魄湊近，低聲說道：“大哥，我覺得有人在跟蹤我們。”他看着手中的系統界面，神色顯得有些慌張。江漢比特沉默地垂下眼簾，我就知道。他警覺地觀察着四周的草叢，捕捉到了細微的動靜。從我們離開城市開始，他們就一直遠距離跟着，不止一隊，而是好幾組人。江漢比特伸出手說道：“能讓我看看屏幕設置窗口嗎？”落魄連忙回應道：“在這裡。”江漢比特接過發光的屏幕，嘴角露出一抹壞笑：“各位，抱歉。”他对着直播鏡頭繼續說道：“稍微等一下，我們需要調整一下畫面。”屏幕開始出現劇烈的雪花波動，觀眾們紛紛發出疑惑的彈幕：“要不要稍微戲弄他們一下？”江漢比特操作着系統面板說道：“嘿，能把設置窗口給我一下嗎？”“給你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屏幕露出微笑：“抱歉，各位，稍微，我們要進行一點技術調整，好嗎？要戲弄他们一下嗎？”朱言語坐在床邊翻看書籍，從我記事起，我就一直很喜歡奇幻故事，但在軍隊裡沒有人分享我的愛好，我總是反覆閱讀同一本書，直到書頁變薄，以此來排解寂寞。直到一名新兵入伍，朱言語拿着小說問道：“新兵，你知道這本小說嗎？”江漢比特指着書頁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長官，我讀過，我覺得這一部分特別有趣。明明我已經讀過幾十遍了，那個新兵卻能指出我從未注意到的精彩細節。”朱言語睜大眼睛說道：“你知道嗎？你太棒了！他簡直就像親身去過那個世界一樣。”時間流逝，退伍後，當我看到那個 RP 廣告時，我就知道了，如果和那個人一起玩的話，一定會成為傳奇。落魄在森林中低聲說道：“聽着，現在只有我的屏幕在直播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江漢比特握緊武器說道：“現在先裝作再專心對付史萊姆吧。”落魄對着直播鏡頭張開雙臂大笑說道：“趁江漢比特在調整屏幕，大家點個關注怎麼樣？”只通過江漢比特的視角來觀察局勢，確實會讓人感到挫敗。他大概也在擔心其他競爭對手會很快追趕上來。各小組之間這種緊張的對峙恐怕維持不了多久。如果這種不安的局面一直持續下去，草叢中傳出細微聲響，總會有人按捺不住，搶先採取行動。江漢比特側過頭看向身後的樹叢，3名潛伏者正躲在草叢上方，緊盯着下方的動向。江漢比特察覺到了視線，指尖輕點系統面板，直播畫面重新亮起。他對着鏡頭揮了揮手，屏幕前的觀眾正為畫面的恢復感到疑惑不解。江漢比特反手握住長桿，猛地向後甩去，細長的魚線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，精準地飛向高處。江漢比特拉緊魚竿說道：“我從埃爾德羅克老頭那裡買這根魚竿是有原因的，這個魚鈎有點特別。首先，鈎尖非常鋒利，炸彈史萊姆甚至察覺不到它的刺入。”他大拇指按下魚竿柄部的按鈕，當我像這樣按下按鈕時，魚鈎頂端會彈出尖刺，這讓我能夠隨心所欲地控制爆炸。遠處火光衝天，劇烈的爆炸聲在山谷間回盪。江漢比特被對齊火光，而且被捲入爆炸的史萊姆，一個綠色的核心精準地掉落在他的腳邊。躲在樹叢後的2名潛伏者驚恐地瞪大了雙眼，潛伏者驚慌地後退喊道：“該死，先撤退！”頭頂傳來草叢晃動聲，他疑惑地抬起頭，巨大的史萊姆從高處轟然墜落，潛伏者們四散奔逃。啊！史萊姆掉下來了，快跑！大家快離開這裡！其中一人被強光籠罩。哦，該死！劇烈的爆炸將潛伏者徹底淹沒。江漢比特站在硝煙邊，哇，這樣就解決掉那些虧品狗了。彈幕瘋狂滾動，觀眾們正為這精準的打擊歡呼。江漢比特重新舉起魚竿，調整姿勢說道：“那麼我們要開始幹正事了嗎？”彈幕不斷跳出疑問：史萊姆不是都炸了嗎？這是什麼？顏色不太一樣。江漢比特用魚鈎精準地勾起一隻金黃色的史萊姆，他將戰利品裝進沉甸甸的布袋。好了，材料收集完畢。彈幕仍在討論，為什麼它沒爆炸？是啞彈嗎？還是出 bug 了？
看這言肯定有什麼玄機。江漢比特提起布袋說道：“實際上這就是個啞彈。如果你一次性消滅一群炸彈史萊姆，剩下的就有幾率變成啞彈史萊姆。”落魄看着布袋問道：“只要跟着做就能完成任務嗎？那大家都會去模仿吧？”江漢比特轉過頭：“我是為了讓你通關才展示給你看的。”他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壞笑，不過操作起來可沒那麼容易。走吧，我們去阿蘇貝爾。夕陽染紅了天空，金在和癱坐在樹叢中，大口喘着粗氣說道：“剛才真是好險，那個叫黑龍的玩家絕對不是普通的新手，他是個大人物，背後一定有龐大的財團支持，遠非我工作的這種小作坊能比。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和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小主播合作，也許他只是個誘餌，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力，好掩蓋先前被發現的秘密。”金在和看着遠方，無論如何，先完成阿蘇貝爾的任務吧。只要搞定這一單，這個月的業績就達標了。然而，金在和並沒有成功。阿特蘇貝爾看着桌上散發着紫色幽光的粘稠物，捂着嘴巴問道：“你到底给我帶了什麼？你把這惡心的東西當成要帶過來嗎？”江漢比特看着那盤食物，真的有那麼糟糕嗎？阿特蘇貝爾嘆了口氣：“我會給錢補償你的。關於胡里奧的事，拿了錢就趕緊離開吧。”江漢比特看着阿特蘇貝爾說道：“看來你還沒那麼絕望。”阿特蘇貝爾咬緊牙關：“你什麼都不知道，竟敢在這裡胡說八道！”江漢比特突然伸出手，將勺子裡的粘稠物猛地塞進他嘴裡。阿特蘇貝爾瞪大雙眼，發出含糊的驚叫：“他被迫仰起頭，喉嚨不自覺地滑動，將那團東西咽了下去。酒館裡的空氣仿佛在這一刻凝固。落魄在一旁嚇得臉色慘白，彈幕瘋狂刷屏：“這家伙真是個狠人，看他的表情，簡直像是在吃垃圾。”阿特蘇貝爾捂着嘴巴：“你剛才強行餵我吃了那個嗎？”阿特蘇貝爾捂着嘴巴，發出一陣劇烈的干嘔。江漢比特看着這一幕，效果確實立竿見影。落魄躲在門後，聽着屋內的動靜，說道：“他在嘔吐。”房門被猛地推開，阿特蘇貝爾衝出來，憤怒地揪住江漢比特的衣領：“你覺得你在幹什麼？”江漢比特面帶微笑問道：“他是不是吐出了像種子的東西？那就是導致他生病的原因，也是你和你母親痛苦的根源。”阿特蘇貝爾愣在原地問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江漢比特繼續說道：“我說的就是字面意思，剛才吐出來的東西才是問題的核心。你其實也一直身體不適吧？我見到你的第一眼就發現了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忍受痛苦吧？”阿特蘇貝爾跪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氣，因為擔心母親會憂慮，也怕胡里奧那種人渣會以此要挾。阿特蘇貝爾抬起頭問道：“你怎麼知道的？既然知道他這麼做的原因，就沒法說他愚蠢了。”江漢比特看着他說道：“你吞下的是南方生長的寄生種子，它會附着在胃壁上生長。你大概是吃了南方進口的食材才被寄生的。只有炸彈史萊姆的粘液能讓它脫落，所以我們需要一只啞彈史萊姆，也就是失去爆炸能力的史萊姆。沒有了爆炸屬性，它只會留下粘液和毒素，從而引發嘔吐。”江漢比特端着盤子說道：“只要吐出種子，病就好了。這本來就不是什麼大病。”阿特蘇貝爾看着盤子：“只要吐出来。”江漢比特清理掉污物说道：“把它排出體外，以後就不需要再吃藥了。去吧，去看看你母親的情況。”阿特蘇貝爾起身跑向屋內。江漢比特看着他的背影：“阿特蘇貝爾，即便這只是個遊戲世界，你還是一點都沒變，真是個傻姑娘，總是擔心別人的痛苦，更甚於擔心你自己。雖然你說話總是很衝，但你一直都在支持我。阿特蘇貝爾，我真心希望你能獲得幸福。”系統進入劇情模式，阿特蘇貝爾回到房間，守在母親床前。他舀起一勺藥液，說道：“就喝一小口。”母親虛弱地張開嘴，咽下了藥液。阿特蘇貝爾緊張地注視着，觀察母親的反應。母親的喉嚨動了動，發出吞咽聲。阿特蘇貝爾猛地睜大眼睛，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：“我媽吐了好多大種子，簡直不敢相信。那些庸醫騙了我多少錢，我絕對饒不了他們。”阿特蘇貝爾攥緊拳頭說道：“他們死定了，我絕不會放過那些家伙。”他原來也會這樣笑嗎？我還以為笑容不在他的程序裡，那是因為你們總是把他送進監獄。江漢比特看着他，已經很久沒見過他的笑容了。阿特蘇貝爾紅着臉說道：“真的非常感謝你。”彈幕評論道：“姐姐太漂亮了，我們成功了，從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彈幕吐槽道：“你們到底都做了什麼？”阿特蘇貝爾轉過身說道：“多虧了你，我和我母親都活了下來。”阿特蘇貝爾從櫃檯下拿出一本厚重的書籍說道：“給你獎勵也是理所應當的吧？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魔法書。”江漢比特接過書籍說道：“謝謝。”阿特蘇貝爾微笑着回應道：“該說謝謝的人是我才對。”落魄湊過來喊道：“大哥你太牛了，能讓我摸一下嗎？”江漢比特護住魔法書說道：“別碰，這是我的。我們該去接下一個任務了嗎？”阿特蘇貝爾突然叫住他們：“你們要去哪？我還有東西要給你们。”他拿出一個沉甸甸的錢袋，先拿着這個，還有這個。落魄瞪大了眼睛。江漢比特看着手裡的重禮，這獎勵是不是給的太多了？系統提示：正在發放首次通關獎勵。江漢比特愣在原地問道：“什麼？”系統獎勵結算中，報酬支付已調整至最高限額，金幣獎勵從2000翻倍至4000，屬性點額外增加2點，經驗值增加200，等級提升5級，獲得額外屬性點5點。江漢比特緊緊握住魔法書，阿特蘇貝爾的魔法書等級已提升，手中書籍迸發出耀眼強光。江漢比特看着發光的獎勵，看到手通這個詞後，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。落魄被強光晃得後退，滿臉不可思議。直播彈幕瘋狂滾動，那是手通獎勵嗎？
阿特蘇貝爾，那是光嗎？這家伙到底是誰？首通獎勵竟然是唯一等級的魔法書，太神奇了，對吧？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狀況，這能修好嗎？落魄尷尬地笑道：“我不知道還有這種東西，只要阿特蘇貝爾幸福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”落魄湊到耳邊低聲說道：“喂，跟觀眾們說點什麼吧。”落魄對着直播面板大喊：“大家冷靜一點，我們真的也不知道會這樣。”江漢比特看着飛速滾動的彈幕，聊天框刷得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在說什麼，但能感覺到氣氛很糟糕。阿特蘇貝爾走過來遞出物品說道：“這個也拿着吧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還有要給我的嗎？”系統面板在眼前亮起，達成成就，阿特蘇貝爾的首位救助者獲得推薦信與屬性點。接過那封泛黃的信件，阿特蘇貝爾解釋道：“這是給鐵匠的推薦信，如果你需要武器，就去那裡。”江漢比特重複道：“鐵匠鋪。”阿特蘇貝爾打量着兩人說道：“你們看起來沒有像樣的武器，而且因為抓炸彈史萊姆，裝備也徹底報廢了。”江漢比特聞了聞身上，回應道：“那股腐爛的臭味是來自炸彈史萊姆，並不是我們身上的味道，是你餵我吃了發臭的東西吧？不管怎樣，還是非常感謝你。”阿特蘇貝爾微笑着擺手：“需要幫助的話，隨時再來。”江漢比特禮貌地點頭：“好的。”兩人走在郊外的草地上，落魄看着地圖問道：“我們現在該做什麼？”江漢比特看着遠方回應道：“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標，這個世界是開放的，我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雖然大家都在埃德倫開始，但之後就是自由的了。高自由度確實是優點，但也必須小心，如果漫無目的的亂逛，可能會闖進高等級區域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地圖上的迷霧，危險無處不在，比想象中更多的人因為無法離開而受苦。落魄湊過來問道：“說起來，這遊戲的自定義很自由，你為什麼長成這樣？”江漢比特看着他沒有回答，就算說是女神弄的，他也不會相信吧。落魄展示着自己說道：“看我，雖然和现實很像，但看起來更華麗了。我可是花了5個小時呢。”江漢比特敷衍地回應道：“是嗎？是嗎？你是雕刻家嗎？”落魄繼續說道：“還可以選擇性別，所以眼見不一定為實。”江漢比特遮住陽光，所以基本上我必須自己決定目的地，先去哪裡比較好呢？耳邊傳來清脆的響聲，落魄看着直播面板大喊：“哎呀，感謝這位觀眾的打賞，5萬韓元收到了。”江漢比特愣在原地，5萬！落魄興奮地歡呼：“非常感謝！”江漢比特驚訝地問道：“所以我能拿到25000元？”落魄興奮地大喊：“10萬韓元！真的是10万韓元嗎？”非常感謝這位觀眾，目前收到的打賞已經有50萬韓元了。他指着直播面板說道：“看啊，大哥，現在的觀眾人數太瘋狂了，已經有8000人了。”江漢比特看着跳動的數据，僅僅完成了一個任務，觀眾人數就瞬間漲到8000。他有些局促地說道：“謝謝大家，謝謝你們的打賞。”落魄摟住他的肩膀說道：“想要看反應嗎？”“當然沒問題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分成金額，我的份額是25萬韓元。落魄在旁邊扭動身體說道：“感謝打賞，這就獻上感謝之舞。”江漢比特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僅僅完成一個任務就有這樣的結果，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或許真的能賺大錢，終於可以報答母親了。他用力握緊拳頭，雖然那段記憶已經被抹除，但女神曾為了向我施壓，讓我看過現實世界的時間流逝。尋人啟事上印着他的照片，25歲的江漢比特在入伍前失蹤，在那個地方，母親為了尋找我，已經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生活。江漢比特眼神變得堅定，從現在開始，我要讓他過上幸福的生活。落魄催促道：“大哥，快是那本魔法書，大家都在等着呢。”江漢比特拿着魔法書回應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他伸手按向書封上的紅宝石，耀眼的紅光瞬間迸发，无数紅色数據流環繞全身，魔法知識強行灌入腦海。系統面板顯示，獲得唯一等級技能火球術，以淒慘的爆炸焚燒一切。江漢比特看着雙手說道：“這簡直像作弊一樣，太沒真實感了。想起過去經歷的那些艱辛，真是讓人感慨。”落魄湊過來問道：“是不是很神奇？那種使用方法湧入腦海的感覺？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回應道：“我並沒有那種感覺。”兩人對視一眼，頭上都冒出了問號。江漢比特突然愣住，說道：“啊，進來了，現在感覺到了。”落魄笑着說道：“也許是有點延遲吧。”江漢比特陷入沉思，真奇怪，我明明已經掌握了，難道說是在反映我在另一個世界所學到的知識嗎？他回想起剛開始時那個巨大的女神幻影，原來這就是所謂的使用現有角色。落魄指着前方催促道：“快點用一下試試，觀眾們都在等着呢。”江漢比特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落魄指着遠處的岩石說道：“就对着那塊石頭用吧。”江漢比特伸出右手，五指張開，將精神集中在手上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呼！江漢比特猛地揮動手臂，掌心瞬間凝聚出炽熱的火焰。他大聲喊道：“火球術！”巨大的火球脱手而出，带着呼啸聲劃破長空，火球精準擊中遠處的岩石，瞬間引發了剧烈的爆炸，熱浪席捲四周，煙塵漫天飛揚。落魄被威力震撼，哇！大哥，這簡直太帥了！江漢比特雙臂交叉抱胸，滿意的哼了一聲。真沒想到，僅僅是1級的威力，就比預想中還要強大。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眩暈，視線開始劇烈晃動。怎麼回事？四周的景色瞬間崩塌，被無盡的黑暗與星光吞噬。江漢比特冷汗直流，身體僵硬在原地。系統面板在虛空中浮現，稱號55次的記錄者，新效果已解鎖。黑暗中睜開了一雙巨大的眼睛。江漢比特驚恐地喊道：“你是誰？”
一只巨大的手掌從天而降，帶着毀滅性的氣息壓向地面。他在这股威压下顯得如此渺小。江漢比特彎下腰，双手撐在膝蓋上，剧烈地喘息着说道：“哈！”系統面板在虛空中閃烁，55次的記錄着所有经验技能熟練度急速提升，已解锁關鍵詞精神。江漢比特咬緊牙關，發出咯吱的響聲。他用力抓緊膝蓋，指關節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，身體在微微顫抖。那個該死的女神混蛋！江漢比特看向利克娜問道：“30次機會，正中红心是10分，總分200分，就算合格對吧？”利克娜回應道：“正確。”落魄在旁邊勸道：“嘗試之前，你應該先投資一些敏捷點數，現在的難度太高了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我現在這樣就好。”他從箭袋抽出一支羽箭，搭在長弓上，瞄準遠處的靶心，緩緩拉開弓弦。江漢比特用力抓緊膝蓋，是該死的女神！他按住額頭，汗水順着臉頰滑落。女神果然在看着這一切。他鬆開手，再次站穩身體，一支箭駛破空而出，筆直飛向遠處的木靶。落魄看着遠處的箭靶說道：“我告訴過你要投資敏捷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我已經掌握竅門了。”落魄無奈地攤開手：“好吧，隨你便吧，別指望我會再提供關於其他任務的情報。”他突然從背後鎖住江漢比特：“請冷靜下來。”江漢比特展示出巨額打賞，落魄瞬間變了臉色：“哎呀，你真的沒必要這樣做，我剛才只是為了直播效果，稍微誇張了一點。”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金錢，我一直對錢這麼瘋狂嗎？憤怒竟然就這樣消失了。你問我接下來去哪？江漢比特摸着下巴說道：“我確實有個想去的地方。”兩人來到一座破舊木屋前，他看着眼前的建築，這裡是？落魄跟在身後問道：“你不打算去做主線任務嗎？”江漢比特扶着額頭說道：“我也很久沒來這裡了，主線任務晚點再說，我先去學點技能。”他伸手推開沉重的木門，利克娜正背對着門口，在昏暗的屋內揮動菜刀，牆上掛着狰狞的鹿頭標本。落魄抱緊雙臂，縮起肩膀，有些膽怯地說道：“無論什麼時候來，這裡總是這麼陰森。”利克娜停下手中的菜刀，側過頭問道：“這是什麼？有客人嗎？”江漢比特走上前說道：“我來這裡學一些劍術。”立刻內用力將菜刀剁進肉裡。“是嗎？”落魄在旁邊抓狂的大喊：“太不公平了，這簡直太不公平了！我也想成為一名魔法師啊！你這個卑鄙的天才！”江漢比特無奈地攤開手：“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會這樣。”他看着自己的雙手被唯一等級掩蓋了，但熟練度的差距肯定也很大，不僅僅是等級的問題。江漢比特按住落魄的肩膀，嚴肅地說道：“聽着，你對魔法的理解是錯誤的，你根本就不是在施展魔法。”落魄愣住問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江漢比特豎起手指說道：“魔法不是那種只要點一下就能釋放的東西。雖然胡里奧的魔導書也有責任，但問題出在更根本的地方。魔法是數學、咒語和法力管理，必須一針一線的精確計算。等級並不是全部，我是在認真告訴你。”江漢比特高舉右拳，總分287分，僅憑2級裝備的功能，他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成就。陽光灑在城鎮的屋頂上，紅圍巾少女坐在木箱上，百無聊賴地拋着金幣說道：“好無聊，真沒意思，就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嗎？”他接住金幣，除了收拾這些，口袋像公共傳送門一樣好進的小嘍囉。少女轉過頭看向巷子盡頭，兩個身影出現在門口，正是江漢比特與落魄。他嘴角微微上揚，到底是什麼樣的蠢貨會主動找上門來送死？雖然唯一等級很棒，但我暫時不會使用法杖。魔法的優勢在於便利，我不打算把它當成主技能。落魄舉起手說道：“打擾一下。”落魄面無表情地問道：“你是昨天才創建角色的吧？”江漢比特僵在原地。江漢比特看着他：“謝謝你的講座，真是左耳進右耳出。這家伙太中二了，簡直是過度沉浸，居然放着唯一等級不用。黑龍已經佔據了你的身體嗎？”他突然露出陰險的笑容說道：“你們這些家伙！”落魄嚇了一跳。江漢比特猛地衝上去：“你們對魔法到底懂什麼？”利克娜逼近江漢比特：“你有毅力嗎？”彈幕裡評論道：“毅力怪人出現了，他就是我的毅力導師。聽說他剛踢走一個自稱沒有毅力的家伙。”江漢比特按住胸口回應道：“多的是，毅力和技巧我都有。”利克娜冷哼一聲說道，口氣不小：“測試很簡單，任務面板在眼前展開，通過利克內的劍術測試，獎勵金幣與技能書。”江漢比特站在練習場，拉開長弓，箭矢呼嘯着射向靶心。落魄走上前問道：“你還好嗎？”江漢比特彎着腰喘氣：“我沒事，別擔心。”他擦掉額頭的汗水，反正告訴他們也不會懂。這是我的第一道咒語，等級實在太高了，對我造成的負擔非常大。落魄一臉興奮地湊近：“我想看看普通等級的咒語是什麼樣的，你能展示給我看嗎？”江漢比特看着落魄問道：“你真的非看不可嗎？”落魄湊近回應道：“我只是真的很好奇。”江漢比特嘆了口氣說道：“好吧，但是絕對不許笑。”他閉上眼深呼吸，調整着紊亂的氣息。落魄疑惑地看着他，遠處傳來一聲悶響，箭矢精準地貫穿靶心，箭尾在劇烈顫動。落魄瞪大眼睛驚嘆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他看着被擊碎的靶心，瘋了。江漢比特沒有理會，再次從箭袋抽出羽箭，搭在弓弦上。落魄看着箭靶大喊道：“说真的，你到底怎麼了？”箭矢接連貫穿紅心。7分、10分、10分，在剩下的26次嘗試中，所有26次射擊全部都是完美的10分命中。木質箭靶在衝擊下徹底粉碎，木屑四散飛濺。落魄舉起右手，掌心凝聚起炽熱的火光，火球术，火焰在他指尖剧烈燃燒，映紅了興奮的臉龐。
江漢比特站在一旁，看着落魄展示技能。落魄收起火焰说道：“哦。”江漢比特看着落魄说道：“某种程度上挺酷的。”落魄垂头丧气地回應道：“我宁愿你直接骂我。”江漢比特继續說道：“作為魔法來說，確實有點小。我從一開始就告訴你了，魔法熟練度真的很難刷，但沒想到你第一次嘗試就拿到了唯一等級。”落魄突然高舉起魔導書：“我從一開始就告訴你了。”系統提示彈出，落魄獲得了地級火之魔導書。莉亞拋起手中的金幣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好無聊，真無聊，就沒有什麼好玩的事嗎？那些垃圾小怪，口袋防守的像公共傳送門一樣，真沒意思。莉亞看向遠處的兩個身影，是什麼樣的白痴會主動跑來找我？落魄懷裡抱着書和錢袋，輕快地哼着歌。江漢比特問道：“你是不是太興奮了？”落魄緊緊抱着錢袋，止不住地笑道：“我根本停不下來，該怎麼辦才好？”兄弟，剛才真的太神了！你學生時代練過射箭嗎？江漢比特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怎麼可能？”落魄看這滿袋金幣，照這個速度下去，我們要發大財了。江漢比特回想起剛才他在眾人驚嘆中拉開長弓，射落了無數賭注。落魄繼續說道：“沒人想到你劍術這麼好，要是以後都能這樣，大賺一筆就好了。那我們這次要去哪？”江漢比特看着前方說道：“我要去學習劍術，在那之前，我要先拿到神速技能。”落魄愣在原地問道：“神速？竟然還有這種技能？那根本就是個垃圾技能。”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：“那是劍術的核心。”落魄追在後面喊道：“神速雖然是頂級技能，但根本沒地方用，所以大家才避而遠之。”他指着城門口的少女說道：“那個 NPC 叫莉亞，大家不學神速是有原因的。”莉亞站在城牆邊，雙手叉腰，看着走來的兩人。落魄繼續說道：“莉亞的任務難度太高了，跟神速技能的強度完全不成正比。你真的能行嗎？”江漢比特沒有回答，徑直走向莉亞。江漢比特走到莉亞面前：“我是來學習你最擅長的東西。”莉亞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：“你的氣勢倒是不錯，但是……”話音未落，莉亞的身影瞬間消失，在地面留下一道殘影。她以極快的速度掠過，伸手抓向男人的腰間。江漢比特還沒反應過來，懷裡的錢袋已經不見蹤影。莉亞出現在幾步之外，手裡掂着沉甸甸的錢袋。她回頭看向江漢比特說道：“我開始感到好奇了。”莉亞掂着錢袋說道：“學費就當是禮物吧，5000金幣很便宜，對吧？”江漢比特面無表情，沒有任何動搖。莉亞有些意外地問道：“什麼？為什麼沒反應？”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：“你不是說這是學費嗎？那就快點教我技能。在55次回歸中，你從我這偷走的金幣堆起來像山一樣多，這5000金幣確實夠便宜了。”莉亞盯着眼前的男人，露出狡黠的笑容說道：“我真的很不喜歡你。那麼課程開始了，試着來抓我吧。”莉亞縱身一躍，踩着屋頂飛速逃離。系統任務開啟，在時限內抓到逃跑的莉亞，獎勵是莉亞的神速技能書。江漢比特看着遠去的身影，根據聊天框的評價，逃跑的莉亞絕對無法被抓到，只有損失25000金幣，並耗費15個小時，莉亞才會停止任務。期間無法進行其他任務，即使下線，時間限制也會繼續。江漢比特看着倒計時，既然抓不到他，那就找個能抓到他的人。他來到一家酒館，推開門走了進去。阿特蘇貝爾靠在櫃檯前說道：“很高興你能回來，你想讓我幫你找莉亞，不過你是怎麼知道我和莉亞是家人的？”江漢比特雙手合十：“啊，這在藏身處街道很有名。”阿特蘇貝爾嘆了口氣：“好吧，真是拿你沒辦法。”落魄驚訝地問道：“她們是姐妹？”江漢比特笑着回應道：“是啊，我在莉亞附近看過塗鴉。”他在心裡冷笑，這當然是謊話。江漢比特轉過身說道：“你應該在日常生活中更仔細地觀察事物，如果不是你把胡里奧送進了監獄，事情也不會變成這樣。”阿特蘇貝爾斜眼看着他問道：“你還不走嗎？你不是說要去找莉亞嗎？”江漢比特連忙點頭應道：“啊，這就來。”莉亞坐在高處的屋頂上，輕聲哼着小調，逗弄着身旁的小貓。也許他們現在已經放棄了吧，只要躲在這裡，他們就算死也絕對找不到我。莉亞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身後突然傳來熟悉的声音：“莉亞。”她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。莉亞僵硬地轉過頭，看着身後的阿特蘇貝爾說道：“姐姐。”她滿臉不可置信，指着江漢比特大喊道：“這根本就是作弊！你怎麼把我姐姐帶到這來的？”江漢比特露出得意的笑容：“你之前說過可以用任何手段，我恰好和你姐姐有一些交情。”阿特蘇貝爾捏響指關節，微笑着走向莉亞說道：“莉亞，我們能談談嗎？”莉亞一邊後退一邊求饒：“等一下，姐姐，那是……”阿特蘇貝爾猛地伸手，用力捏住莉亞的臉蛋，大吼道：“我告訴過你多少次，不准再去偷別人的東西！”莉亞疼得大叫出聲，眼角泛起淚光。阿特蘇貝爾繼續憤怒地訓斥：“我反覆叮囑過你，不要到處去掏別人的口袋，被這種像烏利歐一樣的混蛋抓住，你現在清醒了嗎？”莉亞蹲在地上：“對不起，姐姐。”阿特蘇貝爾雙手叉腰說道：“事情辦完後，馬上回店裡來，要是再敢亂跑，你就死定了。”莉亞低着頭回應道：“知道了，姐姐。”她轉頭看向江漢比特說道：“謝謝你，阿蘇貝爾，你真是第一個能讓我吃瘪的家伙。”莉亞從懷裡掏出一本書，遞給江漢比特說道：“說好的獎勵，給你。”江漢比特接過技能書，封面上閃烁着獨特的光芒，又是唯一等級。這個世界的平衡性真是讓人絕望。莉亞縱身躍向空中說道：“我要走了，這種感覺真惡心，以後再也不要見面了。”江漢比特揮手回應道：“好啊，下次再見。”落魄气喘吁吁地跑來，扶着膝蓋問道：“終於找到你了，已經結束了嗎？”
江漢比特點頭回應道：“你跟得不錯，看唯一等級的技能書。”落魄看着那本技能書又來。直播間的彈幕瘋狂滾動，主播的鏡頭又被搶走了，觀眾竟然比主播先發現獎勵，這家伙是在掛機直播嗎？我們的主播沒那麼大本事。江漢比特合上技能書，現在我們去學習劍術吧。古書化作綠色的光芒融入他的双手中，雖然是書，卻是消耗品，還是不太習慣這種設定。落魄看着直播彈幕問道：“哥，觀眾們都在問你為什麼要學加速技能？”江漢比特反問道：“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？”兩人在街道上全力奔跑，江漢比特領先一個身位說道：“如果我們以同樣的速度比賽，只要我用了加速，就能快那麼一點點，然後贏過你，對吧？”系統面板顯示出比賽結果，黑龍以微弱優勢奪冠。落魄追上來吐槽道：“但在 RP 裡，加速技能幾乎看不出來啊，就算是唯一等級，看起來也沒什麼區別。”江漢比特冷冷地回應道：“小子，等你死過50次以上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落魄得意地拔出长劍說道：“你剛才說接下來要學劍術對吧？在這方面，我可是你的前輩，我的劍術已經達到等級2，評價可是高級。”直播間的彈幕瞬間刷屏，觀眾們都在無情地嘲諷他，說這只是普通玩家的平均水平。江漢比特看着屏幕問道：“至少直播間的觀眾是這麼說的。”落魄氣急敗壞地喊道：“幹嘛拆我台？讓我稍微炫耀一下。”江漢比特陷入了沉思，看來包括朱言語在內，大多數玩家都在走類似的成長路線，大概是因為那本指南書吧。聽說那是目前最適合新手的教材，难怪大家的进度都差不多。在我之前，没人能完成阿特蘇貝爾任務，是因為胡里奧的騙局阻礙了所有人與阿特蘇貝爾接觸。通常情況下，阿特蘇貝爾會被帶走，從此銷聲匿跡，而莉亞也會變成一個無人問津的 NPC， 獨自在雨中自生自滅。雖然有很多玩家在以自己的方式體驗 RP， 但過高的自由度讓人無法確定哪條路才是正確的。我能率先完成阿特蘇貝爾和莉亞的任務，這意味着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通往正確道路的提示。江漢比特睜開雙眼，目光變得堅定。好，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徹底通關這個遊戲。我不明白女神在想什麼，但無論如何，我不想再像木偶一樣任由他人擺布了。江漢比特與落魄走在茂密的森林中，陽光穿過樹葉灑在地上。落魄擦了擦汗問道：“那個最受歡迎的劍術 NPC 是不是住得太遠了？”江漢比特看着手中的地圖回應道：“那是因為他的設定是隱居剑客。”落魄指着前方的凉亭說道：“我們到了，看！”他揮着手大聲喊道：“你好，我是來學劍術的。”巴爾德帶着巨大的斗笠坐在凉亭中自顧自地喝酒，完全沒有理會兩人的到來。落魄縮了縮脖子，一如既往的冷酷啊。巴爾德放下酒杯，緩緩站起身走下凉亭。他走到两人面前，揮舞木剑，直到我叫你们停下為止，一直揮下去，用你們身後的那個。江漢比特回頭看向身後，一根粗糙的木棍插在土裡。巴爾德壓低斗笠說道：“既然是來學劍的，就不必多言。”江漢比特拔出木棍，在空地上奮力揮動，汗水隨着動作四處飛濺。落魄看向直播鏡頭說道：“劍術任務分為2個階段，第一階段是揮劍，第2階段是決鬥。”他對着觀眾問道：“你們花了多久才完成這個劍術任務？”落魄看着直播彈幕問道：“視頻？”彈幕裡正在瘋傳一段視頻，一個滿身酒氣的玩家因為挑釁巴爾德被當場斬殺。視頻裡的巴爾德冷冷地問道：“橫着劈還是豎着劈？”玩家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就被一劍橫切。落魄摸着下巴說道：“看來教技能的 NPC 也是會 PK 玩家的，現在的 AI 真是太可怕了。”直播間的觀眾開始瘋狂打賞，為江漢比特設置了限時挑戰任務，如果能在25分鐘內完成，獎金將極其豐厚。落魄看着不斷跳動的金額，哥，任務獎金已經超過80萬了，25分鐘，加油啊！江漢比特停下揮劍動作，獎金竟然是射箭任務的2倍。江漢比特握緊手中的木剑，調整着呼吸，揮舞木劍最重要的不是次數，也不是時間。巴爾德從沒指望過初學者能展現出多強的能力，這個任務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觀察學徒对待劍術的態度。他再次舉起木劍，感受着手臂肌肉的緊繃。巴爾德在遊戲中遇到的多數玩家大概都抱着這種心態，劍是最容易使用的武器，不是嗎？對巴爾德來說，看到那樣的玩家簡直是一種侮辱。他想要的只有一樣，对劍的真誠態度。江漢比特緊握長棍，眼神變得無比專注。巴爾德想要的不是華麗的技巧，而是對每一劍的敬畏。巴爾德抬起手示意道：“足夠了。”江漢比特停下動作，看着面前彈出的系統面板，成功了。直播間的彈幕瞬間炸開了鍋，觀眾們都在質疑他，甚至還沒開始揮劍，任務怎麼就結束了？落魄看着面板驚呼道：“出現了第2階段。”系統提示顯示，連鎖任務已開啟，在決鬥中擊敗巴爾德，對方認可了你的決心。落魄指着屏幕問道：“等等，這難道不算任務成功嗎？”彈幕裡的觀眾紛紛表示不滿，認為這不到1分鐘的挑戰簡直是作弊。胡里奧形象的贊助商再次投下重金打賞，新的挑戰任務隨之出現，要求江漢比特必須擋住巴爾德接下來的2次攻擊，否則任務作廢。江漢比特重新擺好架勢，死死盯着巴爾德的動作。江漢比特看着直播界面問道：“你要在這裡翻倍？你確定沒問題嗎？”屏幕上跳出巨額贊助信息，如果能擋住4次攻擊並通關，總獎金將再次翻倍，但若失敗，江漢比特與落魄必須在現實中接受蹦極懲罰。江漢比特背對着鏡頭，擋住4次並通關嗎？
如果我的熟練度會影響難度，時間可能會有點緊。落魄看着懲罰內容，慘叫道：“為什麼我也要跳？我有恐高症啊！”直播間的觀眾紛紛起哄，說是落魄把江漢比特帶到這裡的，必須共同承擔風險。江漢比特轉過身，笑着拍了拍落魄的肩膀。落魄看這江漢比特的表情，什麼？你那油膩又可疑的眼神是怎麼回事？不會吧？江漢比特笑着安慰道：“別擔心，你不用去蹦極的。”落魄半信半疑地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江漢比特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相信我。”系統提示音響起，劍神為任務追加了100萬韓元獎金，你們的友情真令人讚嘆。江漢比特看着系統面板，露出驚訝的神色：“真大方啊，竟然追加了100萬，總額達到180萬了。”巴爾德帶擋住去路，江漢比特停下腳步，握緊手中長劍，他壓低身體，猛然向前衝去，腳下捲起陣陣塵土。巴爾德帶率先發難，縱身躍起，揮動長棍凌空劈下。江漢比特咬緊牙關說道：“開始了。”他側身躲過重擊，長棍砸在地面，碎石飛濺。巴爾德帶順勢橫掃，動作銜接極快，帶起陣陣勁風。江漢比特向後躍起，拉開距離，死死盯着對手。落魄驚呼道：“他以前也這麼猛嗎？不知道，好可怕，我也是第一次見，這難道不是 bug 嗎？”江漢比特咬緊牙關，舉劍格擋，長棍重砸在劍身，震得他雙臂發麻。落魄瞪大眼睛說道：“他擋住了。”巴爾德帶吐出一口浊氣，呼，他再次壓低陡壁，周身氣勢暴漲，藍色流光環繞全身。江漢比特穩住身形，死死盯着對手，不敢有絲毫鬆懈。長棍與利劍激烈碰撞，火星四濺。果然，在遊戲裡，動作感官變得遲鈍了，應該是裝備同步率的問題。江漢比特咬緊牙關，向後躍起，拉開數米距離。幸好學過迅捷技能，否則根本跟不上。巴爾德帶穩住身形，橫劍而立說道：“你看起來心事重重啊，你是在故作鎮定，還是因為情況超出預料，所以嚇傻了？”江漢比特嘴角上揚，難道你不是也一樣嗎？他在挑釁對方嗎？這家伙瘋了吧？黑龍，別再演戲了。巴爾德帶眼神一凛說道：“看來你對我有些誤解，我會盡快結束戰鬥。”他周身爆發出藍色氣勁，身形如電，瞬間衝向對手。江漢比特側身閃避，不到最後，誰也說不準。兩人在半空激烈碰撞，劍鋒與長棍交錯，激起劇烈的能量波動。江漢比特側身躲過斬擊，劍鋒擦着胸口劃過。落魄驚恐地喊道：“大哥，這家伙強得離譜，只是個劍術技能任務，為什麼難度這麼高？”他看到江漢比特避開攻擊，鬆了一口氣說道：“謝天謝地，躲過去了。太瘋狂了，黑龍的物理判定簡直離譜，這遊戲什麼時候變這麼難了？”巴爾德帶步步緊逼，長棍帶起陣陣殘影。江漢比特死死盯着對手，他現在一定很焦慮，因為我堅持的時間遠超他的預期，按理說我早該倒下了。巴爾德带眼神愈發冰冷，五指成爪，猛然向前抓去。江漢比特看準時機，身形向後急退，險之又險地避開殺招。江漢比特橫過長棍，死死抵住劈下的劍鋒。你的動作变遲鈍了。巴爾德带眼神一凝，猛然發力震開對手。江漢比特順勢後撤，在地面滑行數米，穩住身形。剛才那一招真危險，差點就沒擋住。巴爾德带長劍斜指地面，劍身纏繞着藍色電光，發出滋滋聲響。他猛地踏碎地面，身形如離弦之箭，再次發起衝鋒。巴爾德帶周身雷光大作，身形化作一道殘影，揮劍重劈下。江漢比特橫起木棍，咬牙死命抵擋。劍锋與木棍劇烈碰撞，木棍中心出現裂痕，瞬間崩碎，斷裂的木片飛向空中。江漢比特失去重心，身體向後仰去，臉上露出一絲驚愕。巴爾德帶收回長劍，冷冷地俯視對手。江漢比特重摔在地上，激起一片塵土。他躺在地上，看着手中折斷的木棍，防禦成功了，一共4次，对吧？江漢比特大聲喊道：“任務成功！真是個艰巨的任務，我的錢啊！還不確定任務是否結算。巴爾德帶到底在幹什麼？真是累死我了。”系統面板顯示，決鬥因木劍折斷而結束。江漢比特躺在草地上，任務真的結束了。雖然過程很痛苦，但第一次看到巴爾德帶失態，感覺還不錯。這居然才第2天嗎？落魄坐在一旁問道：“任務獎勵怎麼辦？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等直播結束，我會結算所有報酬。”落魄追問道：“你真的會付錢給我吧？”江漢比特笑着說道：“當然了，兄弟。”他看向對方，繼續說道：“兄弟，我們最初是在軍隊見面的吧？”落魄愣了一下，哈。落魄湊近問道：“你參軍之前是做什麼的？回歸、戰友、轉生，難道他是在說這些嗎？”江漢比特隨口回應道：“只是到處打雜。”落魄指着屏幕說道：“現在聊天頻道都在猜你以前的職業，廚師、刺客、殺手、特種兵、武士，這根本毫無根據。”江漢比特確認道：“所有任務獎金真的都給黑龍嗎？”落魄肯定地回答道：“當然。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不是55分成嗎？為什麼全給我？”落魄說道：“沒關係，這些任務是你憑實力完成的。”江漢比特操作着系統面板，雖然很感謝你這麼說，但至少我不用去蹦極了。等等，我以前沒去過嗎？屏幕上彈出打賞信息，劍神捐贈了10萬韓元。留言想看更多劍術。落魄立刻換上笑臉說道：“哦，劍神大人，感謝您的巨額打賞，我以後會經常用劍的。”他收起面板，眼神變得深沉。巴爾德帶靠在樹幹上，江漢比特注視着他，那個人看起來氣炸了。魔法、劍術、敏捷，現在又是劍術，他似乎在強壓怒火。巴爾德帶雙臂交叉，沉默不語。
他大概在自責，動作竟然被我這種新人看穿。江漢比特試探着問道：“決鬥已經結束了吧？”巴爾德戴低聲回應道：“沒錯，在這裡等着。”他邁步走向一旁，每一步都顯得沉重。他在咬牙堅持，不想表現出動搖。下一個找他的人恐怕要倒大霉了。巴爾德戴拿出一本厚重的書籍，遞給江漢比特說道：“拿着這個。”江漢比特接過書籍，魔法、劍術、敏捷，加上現在的劍術，一共4個了。系統面板彈出提示：任務完成。基於巴爾德戴的評價，獎勵已提升至最高，4個為1級獎勵，這太瘋狂了，服務器恐怕要崩潰了。江漢比特看着屏幕，傲慢之劍捐贈了1萬韓元，留言要求私下授課。落魄拍着他的肩膀說道：“快做點反應，我還有工作要做。”落魄興奮地回應道：“謝謝大家，我覺得我真的可以教課了。”彈幕紛紛刷屏拒絕，讓他趕緊離開。江漢比特走向巴爾德，帶問道：“嘿，應該還有別的東西吧？”巴爾德戴沉默片刻，他壓低斗笠說道：“我聽說師傅搬到了埃德倫。”巴爾德戴從懷中摸索着，他掏出一塊布料信物，遞到江漢比特面前：“如果你見到他，就把這個給他看，他至少會聽听你的来意。我的師傅就在風起雲湧之地。”那是一塊印着綠色長劍文章的白色布料。江漢比特收起信物，重複着對方的話：“風起雲湧之地。”他轉身看向落魄说道：“我們現在回城吧。”落魄還在對着屏幕笨拙地做着感謝反應。江漢比特看着系統面板，巴爾德戴竟然還有師傅，這和我記得的劇情不一樣。落魄興奮地問道：“下一個目的地是去找巴爾德戴的師傅嗎？”江漢比特靠在牆邊坐下，隨後抬頭看向同伴說道：“今天就到此為止吧。”落魄驚叫道：“什麼？”江漢比特伸了個懶腰說道：“我也得去上班了，如果不睡一會就糟了。明天見。”落魄回應道：“確實播了很久，那明天見。”江漢比特點擊登出按鈕，落魄問道：“兄弟，你下班後會馬上回來嗎？”江漢比特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恐怕不行。”遊戲艙緩緩開啟，江漢比特回到現實世界。呼，好熱，得先洗個澡再睡覺。難道是因為在劍術任務中太投入了？明明身體沒有真的在動。手機發出震動聲，落魄發來消息：“兄弟，今天辛苦了，報酬現在就結算，我先去睡了。”銀行到賬提示音響起，存入300萬韓元，餘額311萬。江漢比特看着屏幕說道：“其實晚點再發也可以。”江漢比特盯着手機屏幕，300万韓元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從昨天到今天，竟然收到了這麼多捐贈。他握着手機的手在顫抖。實際遊戲時間只有10小時，不去上班真的可以嗎？江漢比特站在辦公室桌前，我有點擔心朱言語，他一直以來都很照顧我。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夢寐以求的現實世界，現在竟然在考慮重新回到那個遊戲世界。對不起，各位觀眾，直播還是只當成愛好吧。落魄發來消息說道：“兄弟，300萬收到了吧？你會繼續直播的對吧？”江漢比特立刻回復道：“什麼？300萬？那當然要繼續了。”江漢比特坐在床上，清醒一點，不能保證捐贈每次都會像這樣爆發。為了讓媽媽安心，還是得找份正經工作。如果能偶爾像這樣盡盡孝心也不錯。江漢比特露出微笑，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。江漢比特，房門被猛地推開。媽，大清早的幹什麼？母親憤怒地喊道。大清早？現在已經是大白天了。他舉起手機質問道：“比起那個，這筆錢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江漢比特看着手機，那個，母親指着轉賬記錄：“你整晚沒睡都在幹什麼？你是不是在背着我做些什麼壞事？”他一巴掌拍在江漢比特的後腦勺上。江漢比特縮着脖子說道：“不，這是我合法賺到的錢，至少聽我解釋完再動手打我啊！”母親叉着腰質問道：“合法？怎麼個合法法？突然賺這麼多錢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賭博。”江漢比特急忙喊道：“多說了不是。”他坐直身體解釋道：“媽，你記得我提過朱言語吧？”江漢比特繼續說道：“他說送我一份禮物，讓我們能一起玩遊戲。我們一起直播了那個遊戲，反應比預想的要好，所以賺了一點錢。”他看着母親認真說道：“媽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不是那種會去做違法事情的人。”母親嘆了口氣說道：“等我下班回來再談吧，你也快準備去上班。”江漢比特看着他的背影：“媽，我是認真的。”母親停下腳步：“誰說我不相信你了？我只是擔心這會成為你的負擔。”房門輕輕關上，江漢比特獨自坐在房間裡。“別擔心，媽媽。”他走到門邊，手輕輕搭在門框上：“你再也不用獨自承擔那些債務了，我會努力工作的，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。”與過去相比，現實的重量根本不算什麼，我本是這麼想的。上司盯着江漢比特說道：“實習生一上班就走神，這像話嗎？清醒一點，這裡是職場，大清早就被上司無理取鬧，真是讓人火大。”江漢比特翻看文件，內容雖然很難，但整理得很整齊，理解起來沒什麼大礙。正準備開始工作，組長突然叫我過去，他叫我試用版，還拿完全無關的事刁難我。上司把卡扔在桌上說道：“下樓去買杯咖啡。”江漢比特小心地問道：“組長，請問要買什麼樣的咖啡？”組長一臉不耐煩地說道：“這裡的人都喝冰美式，李敏鎬沒教過你嗎？”江漢比特慌忙回應道：“不，對不起，是我完全忘記了。只要我露出一點破绽，他就會借機刁難李敏鎬。”明明只是簡單的跑腿，腳步卻感覺異常沉重。當我拿着咖啡回到座位，李敏鎬正被組長訓斥，他眼神空洞地聽着那些毫無意義的廢話，仿佛這只是再平凡不過的日常。李敏鎬低聲回應道：“以我目前的工作量，恐怕無法完成。”組長冷笑道：“李敏鎬，你真是長本事了，現在
竟然還敢挑活幹！他猛地揮手，將文件甩在李敏鎬身上，紙張散落一地。組長指着他說道：“我讓你做什麼就做什么，你這混蛋！”江漢比特放下咖啡說道：“組長，您的咖啡买回來了。”組長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仿佛看穿了我的意圖。江漢比特蹲下身子，幫李敏鎬撿起散落的文件。組長拿着咖啡轉身離去，嘴裡咒罵道：“你們這群垃圾！”整理完文件回到座位，李敏鎬似乎心事重重，顯示器倒映出的雙眼比平時更加空洞。李敏鎬低聲說道：“抱歉，江漢比特先生，讓你看到了難堪的一面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是組長今天心情不好。”李敏鎬搖了搖頭說道：“道歉不只是因為這個，組長給我的新項目是關於開發方面的，那需要耗費大量時間，恐怕以後我沒法好好照顧你了，真的很抱歉。”江漢比特問道：“剛才撿文件的時候，我看到了一眼，新項目是和 RP 有關嗎？”李敏鎬回應道：“沒錯，是關於齒輪工業的項目，因為機器太複雜，必須親自長時間操作。”江漢比特看着李敏鎬說道：“關於那個項目，我想我能幫上忙。”夕陽染紅了天空，結束了一天的疲憊工作。江漢比特走出公司，看着手機走在街頭，遠處傳來呼喊聲：“哥，這邊！”朱言語用力揮着手，快步跑了過來。江漢比特停下腳步，一臉疑惑地看着前方。朱言語笑着問道：“工作還順利嗎？”他看起來很有精神，和死气沉沉的公司完全不同。朱言語看着江漢比特問道：“你的狀態怎麼這麼差？昨晚睡覺了嗎？”江漢比特伸出3根手指回應道：“我整整睡了3個小時。”朱言語拉着他說道：“先進去坐下聊吧。”兩人走進咖啡廳坐下。江漢比特靠在椅背上說道：“社會生活真是太痛苦了。”朱言語問道：“真的有那麼糟糕嗎？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光是咒罵我們組長，我就能直播一整天。”說完便精疲力竭地直接趴倒在桌子上。先別說那個了，你今天找我要談什麼？朱言語舉起手機說道：“大大，快看這個，這是昨晚直播結束後收到的所有聯繫信息，各種公司都找上門了，甚至還有一家大公司叫做研華遊戲，起薪竟然有1億韓元。”江漢比特猛地抬頭驚呼道：“1億！”朱言語興奮地說道：“大家都在搶着要你，不如選一家公司吧，我覺得這家最棒了。”江漢比特臉色陰沉，朱言語被嚇得縮起脖子：“哥，你的表情好可怕，在公司到底發生了什麼？”江漢比特雙手按在桌上，緩緩站起身子。朱言語繼續說道：“別藏着掖着了，快點告訴我吧，你撒謊的時候超級明顯。”江漢比特反問道：“你真的想讓我去那種大公司上班嗎？”朱言語被他的氣勢壓倒：“哥，等等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他伸出雙手，用力揉搓朱言語的腦袋。朱言語掙扎着喊道：“好痛啊，哥，快放手！”凄厲的慘叫聲回盪在咖啡廳上空。朱言語揉着腦袋說道：“哥，你太過分了，我只是覺得你最近很辛苦，想讓你去個好地方上班。而且我知道你肯定討厭我無償幫你，1億韓元的年薪真的是非常誘人的條件。”江漢比特看着他回應道：“我很感激你的心意，如果起薪是1億，我當然也會心動。但是言語，當初提議一起玩 RP 的人可是你啊，我覺得應該先聽聽你到底想做什麼。”朱言語沉默片刻說道：“RP 確實是很火的遊戲，追求高度自由和冒險，聽起來確實很酷。但老實說，這個遊戲並不適合我，親自去玩比想象中難得多，我根本沒什麼進展。比起親自操作，我其實更喜歡看別人玩，而且對我來說，哥你……”朱言語看着江漢比特說道：“哥是在 RP 裡閃耀的最奪目的人，那些和你一起玩遊戲時產生的全新而刺激的瞬間，我想在你的身邊親眼見證這一切的展開，並且我想把那份喜悅分享給每一個人，這就是我的真實想法。所以我想建立一個以你為核心的 MCN 機構。”朱言語看着對面說道：“比起死板的公司，更像是結合現實與遊戲的工會。”江漢比特拖着臉回應道：“那是你在軍隊裡提過的事，你還記得訓練時我說過的話嗎？”朱言語擺弄着手機說道：“那不重要，關鍵是怎麼賺錢。我們最近直播的平台增加了上傳功能，廣告收益比預想的要多，而且你現在是平台最熱門的用戶，我們的視頻被放在了首頁最上方。”朱言語繼續說道：“看你玩遊戲的人會開始角色扮演，想加入這段旅程的人也會增加。你覺得認真搞直播怎麼樣？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你不是想讓我去大公司上班嗎？”朱言語笑着說道：“你不是員工，而是作為共同首席執行官加入，我會盡力幫你的。”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咖啡說道：“什麼首席執行官？只要你有需要，我都會幫你。我之所以進行角色扮演，確實是因為言語，但是這也是到達 Airport 最後的機會。如果通關遊戲並找到他，我能知道真相嗎？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不得不一次次死掉？”江漢比特盯着咖啡杯，桌上的手機突然剧烈震動。朱言語拿起手機說道：“怎麼又有這麼多消息？果然受歡迎的人生活就是不一樣。”他盯着屏幕愣住，疑惑地問道：“等等，這是什麼？這些到底是什麼意思？”朱言語拿出手機說道：“哥，我打個電話確認一下。”他焦急地盯着屏幕：“快接電話呀！為什麼不接？”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：“發生什麼事了？”朱言語看着手機回應道：“你還記得在埃德倫見到的那個先遣隊嗎？”江漢比特陷入回憶說道：“是那個拿着金色長弓的人。”朱言語點頭說道：“他們是德國公司 Restan 的先遣隊，據說阿蘇貝爾任務的獎勵是按先到先得分配的。Restan 宣布要壟斷任務，而且炸彈史萊姆區域的怪也因為某些原因消失了。社區裡現在到處是傳聞，說你提前和他們串通好了。”江漢比特震驚地站起身：“這是什麼鬼話？
鎧甲男舉起拳頭咆哮道：“這簡直太荒謬了！那些 Restan 的混蛋，黑龍和 Loper 也是騙子，這世界上根本沒有可以信任的人。”藍髮女看着書，冷冷地說道：“你太吵了，給我閉嘴！你能拿到稀有級，就該謝天謝地了。再晚一點，連普通的都拿不到。”鎧甲男不服氣地喊道：“任務獎勵怎麼能先到先得？這根本不合理！”藍髮女和尚書回應道：“動腦子想想就知道了，他們怎麼可能隨便發放唯一級道具？所以我才讓你快點去拿，現在連炸彈史萊姆都看不到了，誰知道 Restan 做了什麼？”鎧甲男委屈地說道：“我能怎麼辦？我哪知道會變成這樣？”藍髮女瞪着他說道：“再胡鬧我就 PK 你！反正黑龍今天必須進行解釋直播，如果他看到 Restan 的公告，肯定會自己處理好的。”江漢比特靠在牆邊 ，Restan 到底是多大規模的公司？擁有的玩家實力基本就代表了公司的價值。游俠的戰鬥力是9000，雖然在排名者中偏弱，但排名者終究是排名者，也不是没有解決辦法。江漢比特看着朱言語說道：“言語，今天的直播稍微推遲一下吧，我正好也有点事要確認。”夜深了，江漢比特獨自回到家中，坐在書桌前翻閱厚重的書籍，手指快速劃過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在其中一頁停下。江漢比特嘴角上揚說道：“找到了。”江漢比特邁步走進傳送光幕，說道：“那麼去確認一下吧。”洞穴的位置和記憶中一模一樣，他背着長劍走進深處，果然如我所料，炸彈史萊姆都聚集在這個洞穴裡，必須小心行動，不能讓他們爆炸。江漢比特避開地上的綠色粘液，緩慢向內部滲透。炸彈史萊姆聚集在同一個地方，只有一個原因。他停下腳步，看向前方，說道：“找到了！”巨大的綠色膠質怪物在黑暗中蠕動，上方浮現出系統提示：“炸彈史萊姆王，等級7。”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怪物，炸彈史萊姆王擁有吸引並吸收同類的特性，以此來增加體型，但他一次能吸引的數量絕不會有這麼多，肯定還有別的原因。他在岩石縫隙間發現了一道微弱的閃光，江漢比特俯身查看，那是怪物诱饵，上面清晰地刻着 Restan 的名字。這種诱饵是北方地下城產出的一次性道具。Restan 把誘饵安裝在史萊姆王栖息的洞穴，怪物的特性與誘饵的效果疊加，才導致了現在的混亂。難怪外面的炸彈史萊姆全都消失不見了。江漢比特掌心凝聚火焰，對準史萊姆王說道：“火球術！”他揮動手臂，巨大的火球呼嘯而出，精準擊中綠色膠質核心，劇烈的爆炸在洞穴內炸裂，火焰瞬間吞噬了史萊姆王的龐大軀體，粘液在高溫下蒸發，怪物徹底崩解。系統提示：經驗值大幅增加，等級提升了4級，獲得4點屬性點，獲得新稱號炸彈史萊姆的宿敵，對史萊姆類怪物傷害增加，成功鎮壓精英怪物，額外獲得1點屬性點，技能熟練度大幅提升。江漢比特看着眼前的景象，露出震驚的神情。到底有多少怪物聚集在了一起？江漢比特翻開手中的指南，尋找名為贊特羅姆的 NPC。那個礦工挖掘出的洞穴，正是炸彈史萊姆王的巢穴。他在失去洞穴後徹底崩潰，從此销聲匿跡。既然史萊姆失蹤與王有關，只要確認贊特羅姆的存在，就能鎖定史萊姆王的位置。江漢比特站在洞穴前，奇怪的是，指南裡雖然有他的名字，但在這個世界上卻找不到關於他的任何傳聞。江漢比特陷入沉思，關於那個洞穴本身，指南裡沒有任何信息。指南沒必要揭露一切，但關鍵在於冒險者 A 的知識水平。雖然記錄的信息量巨大，但準確性參差不齊，有些部分甚至完全錯誤，感覺就像某些關鍵齒輪被故意拆除了一樣。冒險者 A，你究竟是誰？落魄對着直播鏡頭說道：“熟練度，這就是大家避開魔法的原因。想要學習下一階魔法，就必須把熟練度刷滿。但魔法熟練度的提升過程，簡直是非人的折磨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放棄了。只有很多人求我，我才會給個魔法增益。”落魄滿臉不可置信地喊道：“轉投其他技能樹吧！但是你1天之內刷滿100%，這怎麼可能？告訴我你在開玩笑，這是愚人節整蠱對吧？哥，求你告訴我這是假的。”江漢比特無奈地回應道：“這只是1級，最低的等級而已。”落魄崩潰地大喊道：“就算是1級也很難啊！任何法術都要練1個月，快打開窗口，給我看證據！”江漢比特展示出系統面板，看到了吧？我沒騙你。落魄癱坐在地上，這一定是 bug， 絕對是 bug， 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。江漢比特看着他說道：“事實就是這樣。還有，別在直播裡提熟練度的事。”落魄疑惑地問道：“為什麼不讓說？這絕對能吸引大量關注。”江漢比特回應道：“我想先展示更有趣的東西，送給那些可愛的反派們。”落魄開啟直播說道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落魄。大家先冷靜一下，我們需要時間搞清楚狀況。我們和拉斯滕沒有任何關係。如果我們打算壟斷，根本就不會公開任何信息。請大家再等一等，我們很快會拿出證據。”落魄轉頭看向屋內說道：“今天在黑龍哥出發，去尋找巴爾德的主人前，他有東西想展示給大家。”江漢比特問道：“莉亞又跑掉了嗎？”阿特蘇貝爾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他真的不怎麼聽話。”阿特蘇貝爾雙手抱胸，那個年紀的孩子都這樣，對他稍微寬容點吧。江漢比特微笑着說道：“你們很快就能團聚了。”阿特蘇貝爾露出欣慰的神色，希望如此，謝謝你，黑龍。他靠在櫃檯上問道：“今天找我有事嗎？”江漢比特挠了挠頭說道：“我想學習下一個法術，可以嗎？”阿特蘇貝爾爽快地笑道：“當然可以。”他從櫃檯下取出一本書，遞了過去說道：“這是你的第2本魔法書。”江漢比特接過書本，系統面板隨之彈出，任務目標是學會第2種法術。
他翻開書頁，指尖劃過古老的文字。直播間的觀眾們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奇蹟發生。書本迸發出耀眼的金光，無數光點環繞在江漢比特身邊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任務已完成，評價從英雄級提升至唯一級，等級提升至9級，全屬性獲得大幅增長。落魄对着直播鏡頭喊道：“各位快看，黑龍哥不僅升級了，還學會了火焰爆發。”阿特蘇貝爾看着江漢比特，如果遇到瓶頸，就去伊弗里特市的實驗室，那裡會有答案。江漢比特轉身離開，多謝，我會再回來的。他走出大門，街道上擠滿了冒險者，人群中透着不安的氣息。落魄被擠得滿臉通紅，好可怕，這人也太多了。一名披着黑色兜帽的男人擋住了去路，眼神中透着冰冷的殺气。江漢比特停下脚步，真嚇人，能不能放鬆一下表情？是發生什麼壞事了嗎？江漢比特看着手中的武器，希望這次一切順利。酒館裡擠滿了冒險者，他們瘋狂地叫喊着：“阿特蘇貝爾，快把魔法書交出來，我也要一份！”江漢比特坐在草地上說道：“拉斯滕那幫家伙確實夠狠毒的。”落魄冷笑着回應道：“是啊，他們的貪婪非同尋常。”他轉頭看向江漢比特問道：“哥，你打算給他們看什麼？照這樣下去，拉斯滕會壟斷一切的。”江漢比特反問道：“落魄，你覺得他們和我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？”落魄一臉困惑，發出了疑問的聲音。冒險者懷裡抱着數本魔法書，我會數到3，然後大家同時打開。1，江漢比特站起身說道：“我们要開始了。”落魄依舊滿頭霧水。2，冒險者猛地翻開魔法書，書頁中浮現出複雜的法陣。冒險者猛地翻開書頁。3，江漢比特露出一絲冷笑。表演開始。剎那間，冒險者手中的魔法書全部燃起熊熊烈火，人群中爆發出慘叫：“起火了！快救火！這是怎麼回事？”火焰順着手臂蔓延，根本無法熄滅。我的魔法書毀了！阿特蘇貝爾看着亂局，全部給我滾出去！酒館外哀鴻遍野，冒險者們狼狽逃竄，痛苦地哀嚎着。江漢比特雙手合十，看來每一本都燒着了，真是浪費啊！落魄興奮地喊道：“哥，這就是你說的驚喜嗎？簡直太絕了！”冒險者低聲說道：“獎勵已經改變了，新的任務已經下達，從阿特蘇貝爾處學習第2種法術。任務目標：使用阿特蘇貝爾的魔法書。任務獎勵5000金幣，2階稀有技能火焰爆發，1點屬性點，1000經驗值。”彈幕評論道：“獎勵被降低了，所以這真的是先到先得。只有8個人被清關，獎勵已經掉落。拉斯滕也害了所有跟着他們的人。”兜帽男問道：“到底有多少人成功了？”屬下回應道：“0。”落魄緊張地問道：“哥，他們朝這邊來了。”兜帽男問道：“新人，我们聊一會兒。”江漢比特問道：“關於什麼？”兜帽男回應道：“剛才彈出的任務，為什麼只有你成功了？”江漢比特聳了聳肩：“那是你們這些老手該去弄清楚的事。”兜帽男質問道：“你覺得現在的狀況看起來像在開玩笑嗎？”落魄看着兩人對峙，直播彈幕不斷飄過，他們學他卻失敗了，現在全都氣瘋了。兜帽男繼續說道：“包括我在內，之前嘗試的50個人全部都失敗了，因為這次失敗，我們失去了獲得英雄等級的機會，這絕不可能是巧合。只有你一個人正確習得了技能，因為你們這些人，其他無辜的玩家連嘗試英雄等級的機會都失去了。”江漢比特冷笑道：“我可沒說過那是巧合。”落魄在旁邊勸道：“哥，冷靜點。”江漢比特看向眾人問道：“升級的基礎是熟練度，這不是常識嗎？你們在拿技能書前，難道沒把熟練度練滿？”兜帽男愣在原地。熟練度？江漢比特攤開手說道：“對啊，這是常識吧？難道這種事還要我這個新人教嗎？必須先練滿火球術才能進行下一步。”兜帽男憤怒地吼道：“那個條件對誰都一樣，你明明也沒練滿，卻還是拿到了獎勵。”江漢比特一臉疑惑：“你在說什麼？我早就已經練滿了。”彈幕瞬間炸開了鍋。什麼？我聽到了什麼？兜帽男徹底僵住。什麼？江漢比特看向眾人說道：“不信的話就看直播，我會公開我的屬性。”落魄興奮地喊道：“哥，你太棒了！剛才那波鋪墊絕了！”江漢比特看着系統面板，既然目標已經達成，就沒必要再隱藏了。你們居然覺得看直播不需要熟練度，真懷疑你們是不是頂尖的先鋒隊成員。兜帽男看着直播畫面，這不可能，這絕對不可能！彈幕瘋狂滾動，他竟然全練滿了。那些星星代表熟練度，1天之內練滿全技能，這難道是開掛嗎？兜帽男咬牙說道：“這根本不合理，我要舉報你！”江漢比特淡然回應道：“隨便你，我沒什麼好隱瞞的，倒是你們這些人隱藏了不少秘密吧？”兜帽男憤怒地吼道：“真是幼稚的挑釁！”江漢比特笑着回應道：“我確實長得比較年輕。”彈幕紛紛刷屏：“黑龍太帥了，這波反擊真解氣！”兜帽男氣急敗壞：“你這臭小子，我們很快會再見的。”江漢比特揮手告別：“以後誠實的玩遊戲吧，別總想着控制地盤。”彈幕一片歡呼：“太爽了，這就是我想要的！”木門被重重推開，發出沉重的響聲。玩家大聲喊道：“別像傻瓜一樣站着，繼續跟他說話，別錯過任何機會。”阿特蘇貝爾背對着眾人：“這些人真是的。”江漢比特看着喧鬧的人群，就算試上100天，也絕對不會成功。我甚至有點同情拉斯滕。阿特蘇貝爾是一位導師，他希望學生們能謙遜地磨練技巧，而不是充滿貪欲。或許是因為他見過太多急功近利的人，最終都走向了死亡。阿特蘇貝爾冷冷地說道：“想快點學下一個法術，在基礎完美之前，你連機會都沒有。要是再敢提這件事，我就再也不叫你了。”隨着回歸次數增加，我變得越來越急躁，也變得越來越貪婪。
我因為試圖走捷徑，最終被他趕了出來。阿特蘇貝爾指着門口，滾出去，再也別回來。即便遊戲系統介入，他的性格和原則也從未發生過改變。拉斯滕表現得越急躁，好感度就掉得越快，就像當年的我一樣。落魄垂頭喪氣地走着，光是看着他们就覺得精疲力竭。哥，你剛才真的太兇了！江漢比特雙手抱頭，關於什麼？落魄一臉擔憂。拉斯滕雖然招人恨，但他們的粉絲團可是非常穩固的，我們可能會被網暴。江漢比特拍了拍他肩膀，我明白了，加油吧，言語，我會為你應援的。落魄愣在原地，剛才戰鬥的人又不是我。彈幕瘋狂刷屏，官方認證，主播落魄向拉斯滕宣戰。落魄這下麻煩大了。江漢比特笑着說道，但這畢竟是你的頻道，不是嗎？落魄被勒住脖子喊道，哥，你太壞了。系統提示收到捐贈，雖然有些混亂，但確實感覺很滿足。落魄對着鏡頭說道，感謝大家的捐贈。江漢比特看向前方，先去村裡的商店稍微逛一下吧。落魄疑惑地問道，哎，那巴爾德大師那邊呢？江漢比特回應道，在那之前我有些東西需要準備。兩人走进繁华的城鎮，遠處傳來嘈雜的議論聲。落魄停下腳步，那邊那是？江漢比特順着視線看去，出什麼事了？怎麼會有這麼多人？落魄笑着说道，哥，你還不知道吧？看到那個穿綠袍的人嗎？那是拉菲娜，他是頂尖排名者，也是極少數的精靈使。彈幕瞬間沸騰，為什麼拉菲娜在這？這氣場太強了，今天居然見到2個排名者。拉菲娜站在人群中，紅髮在綠袍下格外顯眼。江漢比特若有所思，你說精靈使很少？落魄點頭回應道，因為只有被精靈選中的人才能使用他們。彈幕不斷討論，光是見到精靈就很困難，還要和他們溝通，這比普通技能強多了。江漢比特看着自己的手，使用精靈嗎？這和我所知道的似乎有些出入。我依然記得很清楚，那個畫面依然歷歷在目。那是我第一次與精靈溝通的瞬間。他看向前方問道，你說他叫拉菲娜，他有多強？落魄興奮地回應道，他是排名前4000的先鋒，實力非常強悍，最擅長的是水系魔法。江漢比特疑惑地問道，魔法？你剛才不是說他是精靈使嗎？落魄壓低聲音說道，聽說他的精靈技能一直卡在第3級，所以精靈使這個頭衔更像是一個榮譽稱號。雖然是英雄級技能，但目前只能勉強抗衡4級的普通技能。拉菲娜站在人群中心，要展示給你們看吗？彈幕瘋狂滾動，拉菲娜的魔法是6級，她可是真正的怪物，她要開始行動了。落魄轉頭問道，哥，你也對精靈感興趣嗎？江漢比特平靜地回應道，當然，能擁有精靈的力量確實是一件好事。但他看着拉菲娜，精靈和魔法完全是2回事，即便是在遊戲裡，先天才能的理論依然適用。拉菲娜雙手合十，周身泛起耀眼光芒。江漢比特看着他問道，所以你是說他是那種受益於先天才能的人？落魄點頭回應道，非常是，據說他在短短6個月內就同時與水和風2種精靈溝通了。江漢比特有些驚訝，哦，2種屬性。拉菲娜閉上雙眼，水流與疾風交織，2隻精靈顯現身形。彈幕瘋狂刷屏，我的眼睛被淨化了，太燦爛了，簡直是女神降臨，我也想要一隻精靈。落魄雙手捂住臉，真是太美了。江漢比特看着華麗的演出，確實很華麗，我明白為什麼人們會喜歡這種表演了。江漢比特看着拉菲娜，他卡在3級多久了？落魄思索着回應道，大約10個月了吧。聽說他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填滿熟練度。江漢比特看着他的背影，這恐怕不是熟練度能解決的問題。拉菲娜向眾人揮手，下次再見吧，各位。江漢比特繼續問道，他是排名第1的精靈使嗎？落魄湊近低聲說道，就公眾所知是這樣，那些頂尖先鋒們對信息保密得非常嚴，只有一個玩家能通關 RP 並獲得所有權，在競爭者眾多的情況下，信息就是最強大的武器，那是一個徹底隱藏的屬於他們的世界。頂尖先鋒到底是些什麼人？拉菲娜穿過城門，消失在光影之中。對於同樣與精靈溝通的人，我不禁感到一種奇妙的親近感。江漢比特嘴角微揚，好了，我們也去準備下一個任務吧。落魄掙扎着問道，對了，我們是來商店的，你打算買什麼？江漢比特神秘地笑道，等到了那裡你就知道了。落魄看着行囊說道，最後買了一堆垃圾，都不知道有什麼用。我們現在在哪？江漢比特停下腳步回應道，我們到了，就是這裡，這裡是風之聚集地，看起來像個入口。落魄臉色蒼白地說道，入口？這看起來更像黃泉路的入口。系統面板在空中浮現，任務是尋找風之劍客，如果獲得認可，就能學到特殊技能。落魄站在懸崖邊緣問道，我們要怎麼下去？江漢比特面無表情地說道，跳下去。落魄大聲反駁道，你在說什麼啊？現實裡都沒玩過無繩蹦極，難道不能爬下去嗎？彈幕依然在刷屏，這就是冒險，這就是浪漫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有觀眾發布了挑戰任務，無繩蹦極。落魄對着直播間喊道，大家，這簡直是讓我們去死啊！哥，我們沒必要做這個任務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觀眾追加了3萬金幣，詢問是否還不行動。落魄看着沉默的江漢比特，哥，你怎麼不說話？江漢比特發出一聲輕笑。落魄看着那充滿深意的眼神，這種狡黠的目光，就像巴爾德任務時一樣。江漢比特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落魄驚恐地問道，等等，你是在開玩笑吧？雖然這只是個遊戲，但痛覺和感官都是真實的，真的很痛啊。江漢比特沒有回答，直接帶着落魄跳下懸崖。
彈幕瞬間沸騰。發生了什麼？蹦極開始，落魄的慘叫聲回盪在山谷之間。江漢比特拽着他的衣領，在急速墜落中保持冷靜，目光掃視着四周。彈幕瘋狂刷屏，都在嘲笑落魄的慘狀。有人感嘆他為了錢真拼，還有人問墜落要持續多久。落魄翻着白眼，已經徹底失去了意識。江漢比特盯着下方說道：“就在這附近。”兩人穿過層層雲霧，深淵底部亮起耀眼的藍光。江漢比特大聲喊道：“我們到了！”他們衝進巨大的藍色法陣，強光瞬間吞沒了兩人的身影。江漢比特穩穩落地，看着瘫倒在地的落魄問道：“你還好嗎？”落魄捂着臉哀嚎道：“哥，我真的以為要死掉了。”江漢比特露出微笑回應道：“但你不是沒死嗎？总之任務完成了。”直播间彈幕瘋狂滾動，有人打賞了1000韓元，消息稱有300多人跟着跳崖，結果全都摔死了。落魄看着彈幕驚呼：“他們瘋了嗎？為什麼要跟着跳？”江漢比特從懷裡掏出布袋說道：“沒有入場券，可不能隨便往下跳。”江漢比特壞笑着補充道：“等那些家伙再死個1萬次，我再考慮公開秘密。”落魄突然指向遠方喊道：“哥，你看那邊！”彈幕裡有人感嘆：“黑龍簡直是個惡魔。”兩人站在幽藍的山谷中，望向高聳入雲的石柱。落魄低聲問道：“山頂上好像有人。”江漢比特抬頭仰望回應道：“沒錯，那是巴爾德的師傅。”落魄驚訝地追問道：“那個人就是風之劍客嗎？只要上去就結束了？”江漢比特雙手抱胸：“沒錯。”落魄興奮地大喊道：“那這不就等於結束了嗎？這可是我們的首個發現，快點走吧！”江漢比特湊到他耳邊問道：“你想先過去嗎？裡面的景觀非常壯麗，你親自去捕捉，畫面會更好。”落魄感動得流下眼淚，哥竟然為了我的直播，特意幫我找拍攝角度，他真的變成職業直播主了。江漢比特推着他的後背說道：“別在那大驚小怪的，快點進去。”落魄順勢向前跑去說道：“既然你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各位快看啊，我们要進去了！我果然只有哥這個親人。”突然一道寒光閃過，長劍貫穿了落魄的臉頰，鮮紅的傷害數值浮現，彈幕瞬間被問號淹沒。發生了什麼？那是劍嗎？長矛擦着落魄的臉頰，重重釘入石牆。落魄驚恐地轉頭喊道：“哥，你絕對是故意的吧？”江漢比特攤開手回應道：“我不是說過嗎？我也是第一次玩這遊戲，那有什麼關係？反正你又沒死。”彈幕裡全是嘲笑聲。落魄又被耍了，黑龍簡直是暗殺天才。江漢比特突然從背後取出一把精致的短弩，熟練地拉開弓弦。落魄愣在原地問道：“哥？”江漢比特瞄準落魄的方向，手指扣動扳機，弩箭帶着破空聲擦着落魄的耳朵飛過，精準擊中後方的機關。無數箭矢從暗處射出，密集的攻擊瞬間覆蓋了前方的通道。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？落魄嚇得張大嘴巴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彈幕瞬間炸開了鍋，快給黑龍道歉，直播間要換主人了。無數箭矢釘在石牆上，落魄驚恐地看着前方。江漢比特收起短弩說道：“好了，我們走吧。”落魄顫抖着跟在後面。哥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江漢比特淡定地回應道：“感覺前面還有陷阱，所以提前觸發了。”地面突然劇烈顫抖，落魄疑惑地問道：“這是什麼震動？”江漢比特停下腳步，看向通道深處，一顆巨大的岩石帶着滾滾煙塵衝了過來。落魄驚恐地大喊道：“哥，快看前面！”巨石填滿了整個通道，哥，根本沒地方躲呀！江漢比特手心凝聚起熾熱火焰，不需要躲。他猛地揮動手臂，巨大的火球呼嘯而出，瞬間擊碎了滾落的巨石。轟鳴聲響徹通道，巨石墜入下方的深淵。落魄目瞪口呆地說道：“天啊，你竟然直接擊穿地板，把它丟下去了！”直播間彈幕飛速滾動，有人質疑這力量的等級，也有人看出他控制了威力，還有人在嘲笑那些依然在不斷墜落的玩家們。江漢比特露出一絲冷笑：“繼續掉吧，看你們能不能進到這裡。我們繼續走。”落魄急忙追上去喊道：“哥，等等我！”兩人在昏暗的通道中疾行，頭頂上方突然再次射出密集的箭矢。落魄驚叫道：“啊，又來了！”江漢比特身形如電，在箭雨中靈活穿梭，揮動短弩撥開飛來的箭矢，箭矢在空中交錯飛舞。江漢比特揮動短弩精準撥開，彈幕瘋狂滾動，都在驚嘆黑龍的身體素質，簡直像個怪物。落魄看着空蕩蕩的箭袋喊道：“哥，我們的箭用完了。”江漢比特看了一眼短弩，回應道：“你說的對，沒關係，用箭就行了。”仔細觀察四周，落魄緊跟在後回應道：“明白。”他對着直播鏡頭興奮地喊道：“各位，我要開始解說了，哥正在用箭擋住所有箭矢。”彈幕紛紛吐槽：“你本來就只會解說，我們有眼睛，讓黑龍專心戰鬥吧。”江漢比特身形如電，在密集的箭雨中強行突進，長劍揮舞成一片殘影。落魄在後方加油道：“就快到了，加油啊！”落魄對着鏡頭喊道：“各位，我們馬上就要！”江漢比特突然大聲喝道：“等等，停下！”他猛地拽住落魄，幾道尖銳的長矛瞬間從地面刺出。落魄癱坐在地喘息道：“我差點就死了。”江漢比特收回手，叮囑道：“別掉以輕心。”落魄平復心情後問道：“哥，你是怎麼知道要躲開的？”江漢比特轉過頭微笑道：“不是我知道，只是有一種完蛋了的感覺。如果你也回歸55次，自然就能被下來了。”落魄還沒來得及細問，地面再次剧烈震動，啊！又有巨石，巨大的岩石呼嘯而至。江漢比特猛地推開落魄，大喊道：“火焰爆發！”剧烈的爆炸聲響起，巨石在火光中四分五裂。江漢比特擦了擦汗說道：“再走一點就到了。”落魄拖着沉重的腳步：“哥，你剛才就說再走一點，到底還要走多久？”
江漢比特停下腳步回應道：“我們到了。”這句話我已經听了不下成千上萬遍了。江漢比特轉過身，指着前方再次強調：“這次是真的到了。”落魄閉着眼睛抱怨道：“我才不會再上當了。”江漢比特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別那樣，抬頭看看上面。”落魄睜開眼睛驚呼道：“是真的嗎？”遠處高聳的石柱頂端，一個白髮身影背對而坐，長袍在風中獵獵作響，彈幕瞬間沸騰。快去跟他說話，心跳加速了。落魄興奮地湊到黑龍身邊：“所以我們現在就能學到技能了嗎？”他滿懷期待地問道：“那個，請問？”白髮劍客微微側頭：“回去。”直播間彈幕飛速刷屏：“該回去了。看來事情沒那麼簡單，果然沒那麼容易啊！至少讓我們看看他的臉。”落魄滿臉淚水地喊道：“哥，難道我們剛才做的那些全白費了嗎？”江漢比特雙手抱胸，